虾仁仙姿逆天，6岁。而在这个世界，悟道之人皆会幻化出一件本命灵物，或是一件，或为一书。可他的本命之物却是一个干啥啥不行，只会吃银子的智头。入道6年，房子吃没了，虾仁也被他吃垮了。行行好，这口饭吃吧，1文不嫌少，3文不嫌多。我家孩子已经3个月没有吃东西了。行行好，小二已经3个月没吃东西了。谢谢谢谢。零零星星，不分南北，大大小小都是东西，啥都有卖。有人吗？来了来了。你们这是？我便是这家铺子的掌柜。我是小二。哪里？你们不是乞丐吗？是乞丐呀，个人稍等。但是也是这家铺子的掌柜。你们2个骗子，赶紧还我钱！不行不行，哪有施舍还要回去的？要不，个人还是看看要什么吧，我给客人抵账还不行吗？你这有摸笔吗？有，个人稍等。个人看看有没有中意的。个人真有眼光，这可是宝贝，值2银子。我的笔为什么会在你的铺子里？这怎么会是你的？这可是我从黑龙寨上进货回来的，个人可不要乱说。什么？你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盗匪手里拿来的啊！没错，客人。你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从山寨上抢来的？抢劫山贼？不是抢，是进货。什么？从贼窝进货？你们到底……刚才味觉什么？待再次看少年时，越发觉得他身上透露着一股妖魔鬼怪的感觉，就连那小女娃的天真笑脸，在他眼中仿若也变成了狐妖狞笑，一种莫大的恐惧感突然袭来。个人慢走，常来光顾啊！个人跑什么呢？不知道呀。算了，不管他，今日总算开张了。坤历2500年2月15日，今日卖笔赚银10两，乞讨赚2钱，结余528两16钱。一眼看去，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写着各种账记。坤历2月3日，上山进货，与天一法用天雷术劈了山贼头子，花费100两，抢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价值未知。与天一法太贵了，往后得少打架，心疼。坤历2月4日，今日小东西偷吃了10两银子，心好痛，揍了一顿。小东西哭得太惨，哄他又给吃了10两，心更痛了。坤历2月5日，今日在王婆家买了豆腐，5钱也太贵了，但在王婆铺子门口坐了半日，终于3钱买回1块，血赚2钱。不对，还是亏了3钱，小东西又吃了5两银子，好气。坤历2月7日，今日未开张，小东西又吃银10两，共计吃银5345两。啊，心碎了，不行，以后得让他打工还我，结余497两3钱。坤历2月12日，今日来了大买卖，一个赶路的客人买了1沓黄纸，赚了10两，但客人嫌朱砂不够好，要2两万年红朱砂，给了押金400两，约定3日后来取1株万年红50两银子，2两朱砂共计2400两，这可是大买卖。于是带着小东西又上了黑龙寨，让他们挖了200斤朱砂，与天一法又劈了山贼头子，消耗100两，与天一法精炼万年红朱砂，消耗300两，银子不多了，只能乞讨。小东西没银子吃，快饿死了，好心疼，结余108两3钱，还有400两押金。虾虾，叫虾仁。好的，虾虾。造孽！小东西又偷吃了10两银子，今日等于未开张，10天不许吃饭了。3天。好哎。
虾虾，那咱们还要讨饭吗？当然要啊，不然哪够你吃的？可是等今日那个客人来拿了朱砂，咱们不就有银子了吗？对呀，差点忘了，今日还有大买卖。这样咱们就有好多银子了。不行，还是得想办法做些大买卖，银子实在不够花，小东西又能吃，得去大城里走走。去大城里做大买卖？可是虾虾不是还要等虾虾的师尊吗？今朝是何年何月？坤历2200年2月15日。糟了，忙着做买卖，竟然忘了时间。怎么办？怎么办？虾虾的师尊要回来了，小二和虾虾的好日子要到头了。这破道法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点。我现在只想搞钱啊，不行，还是只能去大城市做买卖才能赚大钱。去大城市？可是虾虾不是还要等虾虾的师尊吗？今夕是何年月？坤历2500年2月15日。糟了，怎么办？怎么办？虾虾的师尊要回来了，小二和虾虾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别慌，等今日把朱砂卖掉，咱们就跑路。好的，好的。你快去收拾东西，我再想想还有没有遗漏的买卖。今日我们连夜跑，以免夜长梦多。好，好，好，咱们连夜跑。虾虾，架子要不要带走？自然要带走，铺子的所有东西都带走。哦。嘿！好了，只等客人来拿朱砂了。虾虾，小二累了，那你回彩海睡一觉。小二不想回彩海，里面吵吵闹闹的。那你还是睡我头上。小掌柜，我的朱砂你可准备好了？客人，客人，你这是怎么了？朱砂，朱砂，我要朱砂。客人要的朱砂我早已备好，只是，客人，我银子呢？在城外五里坡。你什么意思啊？银子在城外五里坡吗？客人，你说话啊？你该不会是想要赖账吧？虾虾，客人死了吗？没死，不过受伤很重。我们的银子呢？他好像没带在身上。那在哪儿？应该在城外五里坡。虾虾怎么知道的？客人身受重伤，看样子是与人刚交过手，而且他是外乡人，找我们买的又是黄纸和朱砂。客人上次追问朱砂要多久能弄到，显然是有些着急，所以很有可能客人是被仇敌追杀逃到我们这儿的，而现在没有人追来，想来他应该是暂时用手段摆脱了追杀。而城外五里坡应该有他的同伴，他要朱砂，或许是想要去城外与同伴会合，银子或许就在他同伴的手里。那咱们要去城外找他同伴拿银子吗？没那么简单，个人遭受了追杀，那他的同伴很有可能也遭遇了袭击。我们这个时候去找他同伴，很有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可要是咱们不去拿银子，这个买卖岂不是就亏了？是啊，足足2000两银子啊！去拿银子有危险，不去拿银子血本无归。造孽！咱们去拿银子，情况不对就不要银子了，直接跑。好，能拿就拿，拿不了就跑。可是那客人怎么办？咱们不带上他，他的同伴会不会不信咱们，然后不给我们银子？带上客人一起吧。那咱们要把铺子一起带上吗？咱们跑路的时候还能遮风避雨。带上都带上。
我的弟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没什么好看的了。师姐，长老们不让你收弟子，你就自己偷偷收了一个。要不是我发觉你不对，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还不是怕被你看到我弟子？什么？好吧，好吧，不过先说好，我都已经3年没见过他了，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为何3年未曾见他？因为长老们不许我收徒啊，他们说我会误人子弟。你这些年都在灵都，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山门面对那一群老东西有多无聊。不收个弟子陪我玩，我会闷死的。为何是3年？嘿嘿嘿，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长老们的弟子每天揍一顿。我相信不出3年，他们就会因为受不了而答应让我收弟子，这样我就能直接把小虾仁带回山门了。所以现在你成功了？没有。不过我有了一个主意，我决定暗中把小虾仁安排进山门，找一个信得过的山主揍他明面上的师尊，我暗中偷偷教他，怎么样？这个主意可以吧？嘿嘿。对了，小二是小虾仁的本命之灵。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何小虾仁的本命之灵竟然是一个活人。什么？怎么了？这是谁家的铺子拆了？啊，我家的铺子拆了，我家小虾仁真的走了。你当年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虾仁明明是镇子上唯一开杂货店的老板，进店买卖的人更是多不胜数。可2年半来，他却是一贫如洗，甚至还要兼职乞丐才能生活下去。只因他所修的道与众不同，便是和天道交换各种法力，而代价便是无穷无尽的银子。银子越多，换取的法力便越强。恰巧这天铺子来了一个大买卖，一旦成功，便可逍遥快活好一段时间。而此时身受重伤的客人却告诉他，交易的地点在城外5里的一庄。莽撞了，莽撞了，冲动了，冲动了啊！不过这可是2000两啊，不去试一试，可就血本无归啊！搏一搏。没有打斗的声音和气息，想来客人的那些仇敌还没有追到这里。最好的我猜测是对的，不然2000两银子就没了。有人吗？这个里面有人。客人。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是今日早上来买墨笔的客人。原来他们就是一伙的，一个买黄纸朱砂，一个买墨笔。好消息，找到客人的同伴了。坏消息，2个客人都昏死过去了。虾虾，没有银子。好吧，更坏的消息，2个客人身上都没有银子。那就可能是他们身上有跟虾虾的财海差不多的空间哦，说不定银子就放在里面了呢。必然如此。这下怎么办？咱们也没有多的银子把他们救醒，除非用铺子里的那些东西直接雨天一法。雨天一法不只可以用银子，还可以用其他东西直接交易。只是在天道法则眼里，物体只有财物本身其物的价值。一张名画能卖出100两，可在天道那里便只是一张纸的价值。那不行，铺子的所有东西卖出去至少好几千两银子，谁知道直接雨天一法能值多少？好吧，那怎么办？要不先把他们带回铺子藏起来，等他们醒了给我们银子，再让他们走。不行不行，虾虾的师尊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跑路的。对，不能回去，师尊姐姐会玩死我们的。你是仙女姐姐吗？需不需要指路？只要1两银子。我想要找一个弟子，你能给我指路吗？一个弟子在哪？没听说过啊。小娃娃，你爹娘呢？我没有爹娘。你叫什么名字？我看你骨骼惊奇，天庭饱满，有仙人之姿，想不想做神仙？我叫虾仁，不知道爹娘是谁，所以没有姓。如果做神仙能赚银子的话，那我愿意做。那你跟我走吧。于是师尊姐姐便把他带离了村子，丢给他一本修炼道法。
可是某天忽然又把他一个人丢在了路上，失去了百家饭吃的小虾仁便开始独自流浪，几次差点饿死。好在小虾仁天资聪慧，流浪中悟出了道法，能开始自食其力。后来他才知道，师尊应该是有事走了1年。我能对他做什么？他可是我的挚爱亲传，关门弟子。是，我是把他丢在了路上，可那也是因为遇到了大长老，不能让长老们知道我偷偷收徒，我就只能先自己跑回山门。可我出山之后就找他了呀。再说了，若非如此，他哪能那么快入道？这个不说了。后来他生病，我还亲自回宗门为他取药医治呢。什么药？好像是三长老为自己炼制的延寿丹，我偷了1颗。什么？他当时应该只有6岁吧？你给他吃延寿丹，他还能活下来？那延寿丹，三长老自己都只敢以功化开，分3日服下。那后来呢？后来，小虾仁，你还好吧？看来这延寿丹还是太补了啊。没关系，为师带你去挖仙灵之木，说不定能对冲延寿丹药力。然后小虾仁便在床上瘫了1年，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师尊姐姐觉得他的小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想把小东西变成真的本命之灵。小东西被折磨得半死，也没成功。虾仁也受到了牵连，又病了1年。到了8岁，是虾仁活得最快乐的1年，因为师尊姐姐又回山门了。他用师尊姐姐留下的钱买了铺子，开始做些买卖。9岁那年，噩梦又开始了，因为师尊姐姐回来了。小虾仁，我总觉得你的道法有点古怪，不如你试试，在你没有银子的时候，用雨天一法会怎么样？啊！然后强行与天意法的小虾仁受到大道反噬，一身生机被天地法则抽得几近殆尽，那是他离死最近的一次。为了救下小虾仁，师尊姐姐又偷来了延寿丹，然后又带他去挖了几座仙灵之墓。看来想要活着就得远离师尊姐姐。可是说起来，虽然师尊姐姐很坑，只是不太懂得怎么照顾他们。那次大道反噬，虾仁第一次看到他那无所不能的师尊姐姐，着急落泪。他慌乱回去偷药，那短短的出门之路，却几次摔倒在地上。他会为他讲做人的道理，他也会因为虾仁被人欺负而去把对方全家揍一顿。我叫刘霞，是落霞刘红的意思，是这7仙州最厉害的仙人之一。你是我的关门弟子，没有人可以欺负你。还有，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尊，叫我师尊姐姐吧。他长不大，永远都只能那个模样。师尊姐姐很好，但是要命。那现在怎么办？如果被虾虾的师尊抓到，咱们会被玩死的。只能等客人醒来，等他们给咱银子，咱们就跑。好，那咱们去哪？扬州吧。不好，可能是客人的仇敌找来了，赶紧跑！找到了，追上他们，杀了。雨天一法，千里疾行。这是什么道法？那妮子居然还有这么忠诚的随行，继续追。必须要追上他们，不可留下活口。雨阁这妮子的行踪被我们机缘巧合得知，得到她便可向雨阁换取机缘，如此良机绝不可错过。可是我们这么追下去，一定会在路上遇到其他人。路遇之人皆杀之，我们的行踪不可让人知道。若是让其他人得知，这份功劳可就没我们的份了。咱们好像卷进了好大好大的，咱们好像卷进了很大的是非里。对，咱们马上要没银子了。我知道，没办法了。2位客人，你们欠我可大了，这是另外的价钱。雨天一法，救死扶伤。这是客人为了救你们，我可是下了血本。当然，我不是为了银子，只是单纯的想要救你们。不过，银子也不能少。眼下还是希望客人能够尽快出手，追杀你们的那些人还在后面，朱砂我带在身上，快画符箓，弄死后面那些人。多谢小掌柜相救，只是我如今修为跌落，暂时画不出能够阻敌的符箓了。什么？该死！
小掌柜，你的大难稳住无以为报，留下我带小姐跑吧。若是不行，自己逃命吧。此事本与你无关。不行，你银子还没有给我，财爷从不做亏本的买卖。这里面还有2000余两，便接了小掌柜的买卖。朱砂的买卖是结了，可是押镖的买卖呢？我救你们还花了数千两，这是另外的价钱，你们还没有结清呢。可我们身上也没有再多的银子了。虾人扭头往后看了看，身后那些人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直不远不近。100两银子用完了，新的2000两也不知道能让他们跑多远，一直跑下去，终究还是落了下场。客人，你发誓，若是我们今日成功逃离，小爷今日所有用掉的银子，你都要双倍还给我。好，如此，那这2000两银子便一次性用掉吧。客人，你可知道有什么阵法，亦或是术法可困杀敌人吗？关天景，此乃灵阵，无需阵眼，以灵而凝，困杀敌人如井中之蛙。那群人为首的那个老者是筑基修为，虽然不高，却非眼下的我们能敌。我会此术，但施展不出。即便我眼下传你，你却也来不及学了。小掌柜，自己逃命去吧。不用学，知道有这种阵法就够了。今日之后，你们欠我8000两银子，可别忘了。2000两加上他的所有杂物，翻倍毛估8000两，这是一笔极多的银子，多到他这辈子都未曾见过。他眼中带着疯狂，仰天长啸。与天一法，关天景。虚空之上，数缕大道法则之力浮现，如同几道游龙自虚空上编织出了一道人形，其中所蕴含的压迫之气，令人头皮发麻。该死，这是什么术法？给我镇压！这就是关天景吗？他又学会了一个术法，一个他永远都不会再舍得用的术法。同时，他再一次证实了世间诸法，只要他能想得出来，并且在心里设置预算，天地法则就能根据他的想象和预算落下相应强度的术法。往后能不打架，一定不能打。修仙不该是为了打架，赚钱也不该是为了破产。就这么解决了。这是关天景？难道不是？完全不是。阵法顾名思义，应该在地上出现，而不是在天上。是吗？我还以为就是这样的。虾虾，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饿肚子了？两位客人，你们应该不会赖账的吧？不会。掌柜放心，我们眼下遇到一些麻烦，等麻烦解决，一定会还给掌柜。那就好。那群人应该都死了吧？走，我们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银子。对哦。等拿了银子，咱们继续去扬州做买卖。忽然，那关天景消失的地方闪过了一道银光，一只银梭冲天而起，展开了无边的锋芒。不好，他们身上有通灵之气。银梭来的突然，他也再无银子能够依法抵抗。小掌柜，快闪开！客人，银梭再次回头向他冲来，一抹生死危机悄然爬上了虾人的心头。此时他也再无银子能够依法抵抗。银梭再次跳转枪头，冲着虾人而来。一抹生死危机悄然爬上了虾人的心头。银梭来的突然，他也再无银子能够依法抵抗。就在这生死关头，一名老者突然从虾人背后出现，替他化解了这股杀机。对不起，我又麻烦你们了。不碍事的。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小徒弟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才跑了？不然呢？他肯定是不想要我这个师尊啦。不对。哎，什么不对？
你似乎隐瞒了一些东西，到底为他隐瞒了什么？我为何要隐瞒什么？你可是我的师姐啊，若我要隐瞒什么，为何要带你来见她？其一，不是你想带我来的，而是我欲回灵都，你以送我回灵都为借口，才让众长老答应你走出山门。我说让你去灵都陪我一阵子，你才说你悄悄收了一个弟子，不能去灵都。我让你带我看看，可你却在带我来这古城的路上绕了1日。其次，你说的这些理由，在我看来，并不足以让你的弟子舍你而去。既然他要走，也早就走了。可是以铺子的地基看来，他应该是刚走没多久。他为何要在如今你回来之前才走？你知道我有忘川之谋，可观天下本相，或许他的身上或许有一些你不想让人看到的真相。还有，你说的过往太细致了，细致的就像早已串通好的说辞。师姐可真是平时话少，这会儿话又多了。照师姐的猜测，我一直跟在师姐身旁，师姐有忘川之瞳，应该能知道我从未以任何手段传音出去。我如何通知她要提前走？或许不需要通知，你们早已定好了时间，以此来规避一些相见之时的风险。你们约定了这年的今天，你若还未来寻他，他就先走。你准备等我走后，你便去寻他，甚至不用寻他，或许你们早已定好了相见之地。师姐为何一定要认定我在为她隐瞒着什么？你口中所说那些与他的过往，虽然细致，却有许多东西经不得细敲。布局谋算的事情，你并不擅长。我并未说谎。你确实并未说谎，因为你知道我能听出谎言，你只是在其中隐瞒了一些事情。我说的过往之中，到底哪里让你觉得不对？说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可是其中还有许多解释不通的事情。其一，你为何会放心一个刚入道的孩子，独自数次在外游历？以你的心性，真遇到一个疼惜的弟子，哪怕长老们再不应允，你也会强行带回山门，而不是把他放在这里。其二，以你的聪慧，如今准备悄悄地把他安排进山门，给他找一个假师尊带他。可这个主意，你3年前就应该想到的，之所以放在如今，应该是你想到了办法，需要3年的时间准备，来隐藏他身上隐秘的办法。其三，我不信一个人入道所凝聚的本命之灵会是一个人，若真的是人，必然有其缘由。其四，你说你在初次寻到他后，因路遇到大长老而将他丢在了路上1年，我不信一个6岁的稚童能独自在这诛仙征法的世间活过1年。灵都天监之位，要不然是你做呢？我都没发现，居然还有这么多问题。女子名为浅苏，本该是她继承宗主之位，可她去了灵都做了天剑，宗主之位便落在了师妹的头上。天剑一职并不好做，而她却可以。我们的道不同，这本就是我擅长的东西。我擅长谋划布局，以天算命，而你则擅长掌玄控法，以天谋法。还有吗？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就是，我无法想象一个6岁的稚童到底要拥有怎样的执念，才能悟出这才先知道以天谋财。一个6岁的稚童又要懂得多少，才会想要去与天一法？或许是因为那一碗碗百家饭吧。到底有什么让你不愿为我所知？又到底是什么让你要这般费尽心机的想要瞒天过海？因为我还不确定，师姐你在灵都待了那么久，是否也变成了灵都那里的人一样，眼中只有天地大道，万年不曾低眸看一眼人间。这气息，该死，出了什么变故？不碍事的。可是这样一来，你身上带着咱们1村的希望，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你还小，往后的路还长着，何必忧这1年半载？我该回去了，不能久待，我身上的气息太重了。好。地上的中年受伤濒死，而少女也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老人的出现，他们并未看到。
而正在此时，一道白衣人影出现在眼前。这位前辈，奉天敕令，代行六道之序。你是谁？为何能看到老夫藏起的魂魄？虾人猛然醒悟，银梭会主动的对他发起杀机。原来那个筑基老者虽死，却在死前以不知何法将自己魂魄藏在灵气之中。那老者神魂望着白衣女子，似想起了什么，脸色陡然一变。你是？不要！多谢前辈出手，若前辈无事，晚辈先行拜别。我名浅苏，为灵都天监，我观天地大道，以天算命，代行六道之责。送弥留在世间的厉鬼离去，也是我之职责，所以你不用谢我。还是要多谢前辈，若非前辈出手，晚辈今日恐将被这恶人魂魄所害。只是晚辈还有要事在身，前辈大恩，来日再报。只是这里还有厉鬼的气息。虾人要财不要命，为了赚银子，差点将小命搭进去，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神秘女子却挡住了他的去路。女子只当他是遭遇了一场普通的劫杀，却不知道这个约莫11、12岁的少年身上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等等，这里似乎还有厉鬼的气息。所以前辈觉得晚辈或者我家妹妹也是厉鬼？不太像，但是你的身上确实有极其浓郁的厉鬼气息，你又作何解释？他体内确实有极其浓郁的厉鬼之气，因为他的财海之中住着许许多多的亡魂，只是他永远也不可能与任何人说，除了小东西，世间再无人知道。师尊姐姐，这是我的师姐浅苏，也是你的师伯。师伯，师姐，这就是我的那位弟子虾人。师姐不是想知道我到底隐瞒了你什么吗？等我说完，师姐你便能明白一切。不过虾人确实不是厉鬼，但是身上的厉鬼气息却也是真的。我并没有骗你，当初收下小虾人的过程确实如此，只是后来我看你骨骼惊奇，天庭饱满，有仙人之姿，你想做神仙吗？如果做神仙能赚银子的话，那我做。为何要赚银子？因为村长爷爷说，银子是万能的，所以我要赚很多很多银子。要很多银子做什么？因为我只有用很多很多银子，才能从天帝的手里把大家的性命都换回来呀。你说什么？怎么会呀？厉鬼的气息。不是厉鬼，大家不是厉鬼，你不是好神仙，我不要跟你学做神仙了。有步履之音传来，那小村之中走出了一个个人，似满村之人都走了出来，只是那满村之人却竟是厉鬼模样。请上仙带小虾人离去吧。请上仙带小虾人离去吧。爷爷，乡亲，你们在说什么呀？其实你一直都知道，陪在你身边的都早已不是活人了，不是吗？否则小虾人又怎么会想要把大家的性命都从天帝手里换回来呢？我早就知道了。一群厉鬼，一个小孩。无知上仙疑惑，让老夫来对上仙解释吧。我们这个村名为发财村，虽然村子不大，可族人尽数皆是仙修。似乎是死亡让我们忘了太多的事情，隐约之中只记得似曾经有一个什么东西从天而来，落在了此处，赐我等修炼之法，护着我们，而我族便世世代代守在这里。小虾人是我们从林中一凶兽口中夺下来的锅，无名无姓，村中许久未曾有幼童将士，便将他养在了村里。虾人懂事无比，所有人都喜爱有加，准备在他6岁之时传他道法，让他也开始修炼。只是半年前，村中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死去。我们忘却了自己是如何死去的，怎么都想不起来。好在那日虾人贪玩去了村外，未在村中。我等不知为何明明死去，却魂魄不散。然
我们也不放心虾仁独自一人留在这里，便以厉鬼之身装成如往日一样。只是小虾仁太过聪明，只是一眼他便知道了。他明面上装作不知，只会在夜里独自一人时才拿出他为数不多的银子。看了又看，曾经他问我为何叫发财村，我说钱财有万能之力，许是他记住此话，才有了想要于天帝手中买回大家性命的想法。他还小，不懂事，赤子之心罢了。可惜村里大家都是厉鬼，村中死气太重，他若一直待在这里，便也会活不了太久。故而我们引上仙来此，欲托遗于上仙。他不能离去，因为他还太小，在远离村子的路上，甚至可能活不下去。他也不能留下，因为村中死气太重，他也终将被厉鬼之气所害。他身上带着村子的寄托，也带着寻找那真相的希望。我们以自身魂力引动此处天地灵力，而上仙是唯一走到此处的。那你们又如何确定引来之人定会善待于他呢？我们没有办法了，小虾仁的体内已经蕴含了太多的死气，虽我们为其压制，可再这么下去，他终将也会死去。他虽不是我们的亲生子嗣，却是所有人的孩子。发财一族，总要有人活着。虾仁怔怔地望着所有人，他本就不笨，在所有人的眼中都看出了道理。爷爷，我们不求上仙能够收他为徒，只求上仙能够将他带出村子。我相信以小虾仁的机灵，独自也能活下去。好，我本有收他为徒的意思。既然如此，他今日起便是我的亲传。多谢上仙。那你们呢？或许我们要一直等到那个我们已经遗忘却守着的东西，直到他也死去，或者离开。走吧，我带你去做神仙。我不要离开村子。他浑身颤抖着看着以往敬爱的众多家人，他们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了凶相。远离了村子，小虾仁也一直未曾回头再看村子一眼。其实那并非你的爷爷他们本来模样。我知道。什么？我知道，那是爷爷他们想要吓唬我，才做出那副样子。我知道他们想让我走，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对村子还留下不舍。既然知道，为何离开村子的时候不回头看一眼？我也很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若回头，他们便又该担忧了。什么？你？我叫刘霞，是落霞刘红的意思。我是这清仙州最厉害的人之一，往后我就你的师尊了。不过我希望你要叫我师尊姐姐。师尊姐姐，往后我想要赚很多很多钱，从天帝手里换回大家。去往外界的路上，西域在他体内的死气爆发，暂时无法压制虾仁身上死气的刘霞，也只能把虾仁放在山下，独自回山寻找办法。可是并没人看到那一村的亡魂远远地送了他们走了很远很远。在刘霞回山门之后，一道不知是什么的幽影裹挟着一村厉鬼，悄然融入了虾仁的体内，一直护着他长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再后来，小虾仁6岁那年独自在山下悟了道。不过师姐有一个事情猜错了，小二确实是虾仁悟道之后出现的本命之灵，不想让师姐知道，也是因为其道法古怪。唉，就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我知道了，不过你可寻到去除他身上死气的办法了？还没有。不过呢，我去找到了可以让他一身死气有合理解释的办法。你说什么？嘿嘿嘿，玄门符箓，玄门流派中便有如师姐一般代行6道之序的存在。此类修士常以符箓镇压邪祟以修炼，身上沾染了一些死气，也再合理不过了吧？唉，罢了，此事我便不管了。早知道我师姐如此通情达理，我就不用费尽心机的隐瞒了。不过呢，小虾仁身上的秘辛，还请师姐千万帮我向山门长老们保密。以为人师尊，还如此不知稳重。你既已有稳妥办法，我便不再多问。不过我还是要约法3章。什么？你不会是想要抢我弟子吧？其一，既然你已发现他悟出的道法古怪，只是暂时没发现端倪，不过往后随着他的修为提高，其中必然会有所发现。
到时候不论发现什么，都必须即刻告知我。好好好，或许到时候可能还需师姐相助。其二，你既想以玄门道法来隐藏他身上的死气，那必然要教他玄门之术。如此说来，你应该又偷了书楼的玄门道法藏卷出来。没有，长老们看得紧，怎会让人盗出藏卷？唉，果然还是偷出来了。记住，不论你是否盗出，都不可让他学那书楼所藏的玄门之法。那卷玄门道法有些古怪，既只是为了隐瞒他的死气，我可单独传他一则玄门道法。你的师尊不善教导弟子，你如今既已成了我的师侄，我对你亦有教导之责。这是我自身所修的玄法，你可安心习之。还有，我要你往后每过3年都要来一次灵都。师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也觉得我不会带弟子？哼！其三，我要你3年后来灵都时，至少要达结丹修为。还有，在那之前绝不可破身。你不会是想要？这个可以，到时候虾仁也就16了，也是年纪了。记住，3年后来灵都找我，好好修炼。哎呀呀，小虾仁，师尊姐姐终于找到你了。师尊姐姐，刚才那个老女人影响了心情，现在让我们重新相见一下。哼，虾师尊偏心，小二也要抱抱。咦，小二会说话了？2年前就会了。哦。哎呀，虾仁长大了这么多呢，都不如以前可爱了。小二没长大，小二还可爱。虾仁心绪复杂，在想要不要把彩海之中众魂聚集的事情与他说，只是想起那个似乎有些严肃的师伯，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不怕刘霞害他，却看出刘霞在白衣浅苏的眼中，他不会有任何秘密。师伯他很厉害吗？在这千仙州内，他是凌驾众生之上的存在。不过当论打架斗法，他是斗不过我的。既然师伯如此厉害，为什么还说要我3年后去灵都帮忙？他已是这青仙州的天花板了。我即便再如何努力修炼，始终却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小修士。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可是3年内要达到结丹境界，得赚多少银子才能与天意法达到啊？不怕不怕，等咱们回到山门之后，师尊姐姐有的是办法。那咱们不去扬州了吗？原本在3年前的约定之中，如果今日见不到刘霞，他便要去扬州等他。一切确实都是如浅苏猜测的那样。不去了。这是师尊姐姐我从山门偷出来的玄门道法，是曾经传言之中的一个大人物留下来的。你学了就能轻易掩盖死气，而且你有才先到为基，学起来应该很容易。他果然还是偷出来了。可师伯不是说不准我学这个吗？切，别听他的，是他当年自己想学，没学会罢了。后来不知怎的悟出了自己的玄法，就说这个卷在的玄法有问题，别管了，你2个都学就是，反正对你而言就是花些银子的事情。那山门的长老们让师尊姐姐你收弟子了吗？这个吗？是这样，半个月后山门会向外收一批外门弟子，到时候你参与便是。我保证你能够进入山门，等你进入外门之后，我暗中操作，给你安排一个不错的山主做你明面上的师尊，等你一步一步到内门，我就可以找理由名正言顺的收你做亲传了。我可真是个天才，嘿嘿。那小二呢？你做个吉祥物就好了。好哦，小二做吉祥物。咦，是雨阁的人。雨阁是什么？雨阁是扬州的一个山门，势力与咱们山门差不多大，只不过听说近来发生了一些变故，门中内乱，山门易主。看来她就是雨阁那个出逃的小公主文若了。雨阁的老宗主与我有些故交，虽然雨阁内事我不好插手，但是老宗主的血脉，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这般死去。师尊姐姐要帮他们吗？他们的伤势似乎有些重，我先带他们回去，在山门安顿下来。好，这样以后都在一个宗门，就不用怕对方的8000两银子能赖账了。我先带他们回山门。你要尽快学会玄门道法。
半个月后的拜入山门的登山考核上，我会给你安排好，只要你学会了玄门道法，便能通过。明白了。怎么了？其实小二还有一个问题，咱们没有银子了，师尊姐姐也没有给咱们，没有银子，虾虾就学不会玄门道法，学不会玄门道法，咱们就上不了上门。刚才你怎么不说？嘿嘿嘿，因为小二也是刚想到。这个银梭也是银的吧？我看看，是银的，至少值1000两。但是小二咬了一口，应该还值800两。10天不许吃饭了。3天。好哦。再找找，看那些死去的人有没有留下银子。虾仁终于寻到隐瞒死期的办法，便是修炼这古怪的玄门之法。事成之后，便可拜入山门，去寻找那7年前的真相。然而，坑虾的师尊姐姐临走时连1毛钱也没留给他，他又哪来的银子去与天一法呢？虾虾，我们也要进城吗？我们连住客栈的钱都没有了。走吧，去山脚下把铺子放出来，明日就是登山考核了。好吧。不能打架，容易破产。虾虾的才先到，太费钱了。你先歇歇，800两银子也不知道够我学多少。好的。1块是师尊姐姐偷出来的，据说有问题。1块是师伯给的，先学哪个呢？玄天之道，借天之力，掌道之源，代行天子，奉天敕令。好霸道的拳法，将自己视作天道之令，所行一切皆为天命。不过玄门道法都是以符箓来施展术法，只是上次师伯为何不用画符呢？玄心之道，天地无责，大道无缘，世间无法，红尘无序，奉心敕令，所行皆允。这到底哪位疯子前辈悟出的道法？玄天之道以天为名，而玄心之道则是以心为道。只要是心中认可世间无不可行之事，以心为引，奉无敕令，无自为令。先学哪个呢？一个是借天地之力，简单粗暴；一个是以自身为力。可世间修为皆是以天地灵力化修为而成，可自我修为本身又有多少力呢？我真笨，我的修为都是从天地手中等价交易来的，便不再属于天地，而是属于我自身。我可先借天地之力，等自身修为足够后，便能用自身修为之力了。这完全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道法啊！我都学，但是玄心之道先放着不用。与天一法，醍醐灌顶。世间仙修一人大多只能悟得一道，可对于其他大道的感悟，财仙道却可以直接买。银子不够了，只学会了一点玄天之法，而玄心道还未领悟。好想试试，可惜没有朱砂和黄纸。一般来说，玄门术法需凭符箓，方可引动天地灵力。不过随着修为提高，便可不用再以符箓催动。而现如今，他已学会了几种简单的符箓。对呀，我可以与天一法画几张试试威力。没银子了。想了许久，他拿出了客人当初抵押在他这里的玉佩，也不知道这个玉佩直接与天一法值多少。与天一法化木成纸。往常弄出这么多需要100两，这么说剩下这3块碎玉还值300两，可没有朱砂该怎么办？用木炭能化吗？果然，木炭化符还是无法凝聚灵力，只有朱砂这种天生矿物才行。我不行，那大道法则呢？
雨天一法，以炭会斧，护身符。哦，真的可以！雨天一法，引雷符。真的行！财爷，我终于找到了雨天一法最具性价比的用法。小二，快醒醒！虾虾，小二，我终于找到财仙道最省钱的方法了。快看，是玄道术法，财仙道乃是直接让天地降下术法，等价交易。可我如今只用雨天一法画出相应的符箓。所消耗的财力只是画符箓这个简单的事情，其消耗远远小于直接雨天一法。就比如，天地灵气是很多官兵，咱们雨天一法就是去找皇帝老儿亲自率领官兵为咱们打架，咱们驱动的是皇帝老儿，这自然贵呀。但雨天一法画符箓就像是用银子换皇帝老儿的军服，咱们自己拿着军服去叫官兵为咱们打架，买军服却很便宜，甚至咱们可以自己手搓假军服，直接一法引雷术要100两银子，但是转而用一法画引雷符，100两银子却可以画10张。呀，这样的话就便宜好多了啊！就是给你10两银子，你给我画一张能够命令你去干原本你要100两银子才能干的事情。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干，咱们不会遭天谴折寿吧？没事。师尊姐姐不是有延寿丹吗？真折了咱们再补回来。这样的话，咱们以后100两银子就可以打10个人了。不，咱们不打架，咱们用雨天一法画符箓，100两银子能画8张护身符，也能画10张引雷符。咱们把1张护身符卖200两，8张护身符就能卖1600两，1600两咱们继续画护身符。如此下去的话，明天会有好多人去登山，都会路过我们这里，咱们可以在这里卖符箓。果然还得是大地方才能赚大银子。准备一下，明日开张。开张！小二要好多银子。虾仁6岁悟得财仙之道，银子越多，他便越强。可他的本命灵物偏偏是一个把银子当饭吃的稚童，这与他所悟的大道背道而驰，所以他需要许多的银子。不单单只是为了在这诛仙征法的世界变强，更重要的是为了从天道手中换回那7年前整个村子里所有人离奇死亡的性命。只是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究竟需要多少银子。虾，这里这么多人，要是每个人都买一个我们符箓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发财了？是啊，要是世界上每个人都能给我1两银子，那我就是世界首富了。那些人应该就是青洛山的弟子吧？穷全世界差不多了。知道了。今日青洛山收纳外门弟子，所来之人皆可一试，3日之内只要能走上这登山古道，便可成为我青洛山外门弟子。虽然师门未对登山之法做出限制，然登山之路崎岖凶险，其中自有许多考验，希望尔等不要勉强，吾也不想为你们收尸。现在起登山之路。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好像是登山之路崎岖凶险，不想收尸之类的。虾，你害怕了吗？这有什么好怕的？走，虾带你进去装逼。虾，你不怕把符箓都贴身上干嘛呀？这叫宣传，对，宣传营销。这是他瞬间明白，这便是第一个考验。也是，拜入山门哪有这么容易？虾加油哦！师尊姐姐说的后门在哪呢？他怕是忘了吧？此时贴在他背后的一张玉气符化为清风之气涌入了双足，瞬间他便觉得脚下一轻。是玉气符，我明白了，咱们可以上链接了。虾仁扛着小东西，迈出轻快的步伐。而在登山之路上，
所有人都在艰难的迈步。而与此同时，在前方不远处，一个少年目光桀骜地朝着山巅走去。虽然他步履艰难，却将许多人甩在了身后，因为他自命不凡，想着既然要拜入山门，就要做这登山第一人。滚开，别挡本少爷的路！路这么宽，你要过去便过，为何偏要我让？少年骄傲地随手拿出证明自己身份的玉牌，女子随即脸色一变，便压下了心中的不满，艰难地往一旁挪了一步。她知道前方已没多少人，相信自己必定是这登山第一人。小兄弟，要福子不要，只需200两银子一张玉器符，便可轻松登顶。滚远点！他有着自己的骄傲，自是不愿以这种下三滥手段上山。他怎么会那么轻松？大白天的我见鬼了吗？他还背了一个人，是符箓、玉器符。此人作弊，难道秦洛山都不管吗？任何人只要走过登山之路，即可上山，其他一概不要管。任何登山之法皆可。你先前没听到，你若有符箓，你也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哪弄符箓？那是你的事情。看来师尊姐姐真的都安排好了。如此说来，在这里确实可以做买卖。那咱们先试试玉器符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熊权看着跑来的少年，微微一愣，他没想到原本至少要半日才能走过的路程，这个少年只用了1个时辰。此处便是第一关的终点，恭喜这位。哎，他这是做什么去了？卖玉器符喽，只要300两银子一张，轻松上山，想先到之便。师姐，这怎么办？要不要去阻止他？赚银子？银子有什么用啊？他突然想起师尊嘱咐，今日什么都不要管。定是师尊在外寻到了什么气运之子，又害怕其他长老惦记故而才想偷摸的安排进来罢了，别管他了。我操！秦洛山这都不管了。我要，给我来1张。个人是要玉器符吗？我要。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多少两，算了，都给你吧。300两银子一张，拢共1000两银子。这里3张符，我额外再送你1张。良心老板啊！这位少侠，今日之恩，来日必报。公平买卖。那咱们山上见，祝小掌柜生意兴隆。多谢多谢。我也要1个。来了，给老子也来1个。我也要。一眨眼功夫，虾人手中的10张玉器符便卖了8张。而此时，一个衣着朴素的魁梧男子正步履维艰地朝着山上而来。虽然那个男子极为强壮，可他身后却背着一个人，他走得很快，却似乎已经走不动了。大兄弟，要福子不要。我们身上没那么多银子，为何不放他下来自己走呢？吾妹身中剧毒，双腿无法行走。此次我带他上山，也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活命。财爷，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不过却可以赊账。多谢小掌柜。300两银子，可不许赖账。不会。吾叫莫行，吾妹叫莫雨。虾人傻乎乎地笑了起来，却也不知道在笑什么。小二看着他忽如其来的开心，同样也露出了笑容。他忽然明白，虾人是天底下最心软的人了。而与此同时，原本第一的骄傲少年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人超过了自己，脸上露出了无边的怒火。堂堂正正的外门弟子选拔成了这个样子，似乎他追求的第一也没了意义。我也要。不好意思，本店的玉器符卖完了。嘿，小掌柜赚了不少吧？我有话要说，是此人相助许多人作弊，才有如此多人率先与我至此。这可是我亲爱的小师弟，你是什么人？我先前已经说过了，今日任何登山之法都能用。小子，我要跟你单挑。要打架，我来陪你。少年感受到了面前的莫行与他一样，也拥有不低的修为，并且还不弱于他。此地静武，若要决斗，等入了外门不迟。好了，如今走过第一关的就只有你们，你们可自行选择休息。天亮之后开启第2关，我会在第2关的终点等你们。在他离开的方向是一条极其宽广的河流，河流湍急，却并无任何可借力之物。他什么都没说，可所有人都知道，第2关就是这条河，而以他们现在的修为，并不足以御空飞行。
家人第一次参加仙门考核，却在登山之路上做起了买卖，帮助许多人度过了第一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若其他人不能凭自己通过下一关，便都会死在这里。这关该如何过去？既是考核，尔等需自行领悟。河底有东西。次是看到一只巨龟有序地排在水底。我明白了，这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引巨龟驮我们过河。此关考验的是指，可如何引得巨龟注意？吾妹有话对你说。每一只巨龟对应的岸边都有一个道纹，领悟道纹便可引动巨龟。哦，果然是这样。雨天一法，醍醐灌顶。这一关是考验悟性，学会道纹便可过河。你先上吧。好。卖过河票哦，单独商务舱500两银子一位，轻松过河。小掌柜，我买。只要您有银子，都好说。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给你。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少银子，都给你啊。哦，个人稍等。小掌柜，我在对岸等你。个人慢走。我要，我也要。好嘞，好嘞，一个一个来。为什么他悟得这么快？他天资如此了得吗？小掌柜只收银子吗？零食行不行？零食是什么？不要。小二，今日我们发财了。个人要过河不要，只要5000两。滚开！那好吧。就你们了，接下来是最后一关，走过这一关的便是我青洛山外门弟子，但是这一关过不去之人或许会死在这里，你们自行考虑，现在下山还来得及，若是想要一搏的，走入此林即可。那密林之中弥漫着浓郁的雾，众人都沉默不语，却都走入了林中。虾仁看着没有一人退出，不知为何心中有些沉重，他明白或许今日会有许多人会死在里面，仙道之土也充满了血火。他是最后一个走入密林之人，突然一股浓雾袭来，一道人影显现在他面前。你为何要害那些与你一同上山之人？回答我，你为何要害那些人？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害了那些人？我问你，你为何要修仙？虾仁未曾发觉，小二此时已陷入了沉睡。我为何要修仙？他想到了自己的铺子，也想到了师尊姐姐，更想到了发财村。为何要修炼？我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村子，也许没有理由。这一关之中极其凶险，每一个走入之人都有自己想要走上仙道的执念。他们明知或许会死在这里，却还是走了进来。你有你自己的理由，他们亦有他们的缘由，那是每个人心中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可我想知道，你为何要害他们？我从未想要害任何人，为何一直说我要害他们？这林中有许多凶兽，而进来之人大多还没有修为，他们与你不同，没有自保的手段。而在前一关之中，那些让他们所领悟的道纹，便是他们在这一关自保的手段。可是被你送过来的那些人还没有学会任何道纹，他们在这一关中便没有任何自保之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去。前一关悟出的道纹是这一关的自保之力，也就是说，没有学会道纹的人也走不到这里，而我亲手将他们送入了死局。你为何要害他们？我没想害他们，我只是想要赚些银子罢了。可他们却要因你而死。原本或许他们走不上仙道，可如今却要死在这里。买卖随心，买卖之外的因果与我无关。但是他们还欠我银子，他们不能死。他跑得很快，因为他害怕会有任何一人在他找到他们之前死去，他怕来不及找到所有人。虽然买卖之外的因果与我无关，可总不能欠我债不还。雨天一法，天地鸣颤，道法则之力涌现。他不断地回忆着每一个第二关被他送过河的人，脑海之中尽是他们与他和善的笑容。接来我身前，该死，银子不够了，那便以寿抵银。
人瞬间满头苍白，一息百年，法则忠诚。真好，都还活着，跟紧我，我带你们过去。给你银子，这次我不收银子。终于凶兽袭却被道文拦下，可每袭击一次，虽会被挡下大部分攻势，却依旧有一道伤浮现在虾人身上。慢慢的，他的步伐也越来越沉重，他独自扛下了每个人本应抗下的关节。只是于他而言，这本就是他应该做的。他不懂仙道之路，只明白不能祸及他人。他越来越虚弱，虽然挡下了凶兽的攻击，可道文也把一部分因果传给了他身上。终于，他已到了极点。为何要帮我们？因为你们欠我银子。你的理由不对，你在自欺欺人。你自己去吧，带着我们，你走不过去，会死在这里。是死是活，总要试试。凶兽不停地冲来，而他身上的伤势也愈发的重了，可他依旧不曾停下。身后的人怔怔地望着前方的身影，却诡异地消失在了浓雾之中，却还剩下了一个人。其实凭你的机敏，怎会看不出这一关其实是验心关呢？只要你有救我们之心，这一关你便已经过了。验心一关只不过是做给青洛山上的那些人看的而已，你又何至于此？验心一事只是做给他人看的吗？可我的本心却是给我自己看的。即便是为自明本心，早也已经够了，为何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还不肯放弃？我是青洛山灵，在此向每一个走上青洛山的人发出对应的验心之问。你明明早已猜到这第3关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为何还要坚持？是啊，我怎会不知这一切都是幻象呢？那为何还要坚持？因为我不敢赌，因为我害怕啊！万一呢？万一我猜错了？万一你们都是真的呢？谢谢你给我的答案，我很喜欢。万一呢？万一？青洛山灵动容，这外门弟子选拔之中，到底出了个什么怪物？同一时间，座山峰之上，都有人赫然起身，迷茫地看向外门山间的方向。哪些老家伙都来抢徒弟了？不过我是离此地最近的，这个弟子是我的了。这个仙门老六为了争夺气运之子当弟子，竟选择直接将他打昏。刚刚是谁引得青洛山灵动容？不知道。定是这老邓想偷偷的将此人收入门下，又怕抢不过其他长老，便来了这么一手阴的。全儿，你说说方才是谁醒来了？这个嘛，还没有人醒来。父老匹夫，你简直不要逼脸！老匹夫，你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吗？这一次所有外门弟子，老子都要了。你都要知道，长老弟子皆属内门亲传，刚入外门你就要破2格将其都收为亲传，难道你要不顾宗门法度吗？一般。小2是吉祥物，是2班。一般。一般。从小我便自命不凡，在家族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可在他们眼里，难道只是一般吗？不甘沦为嫉妒，他明白，只要有虾人在，他在这青洛山便永无出头之日。只一瞬间，他便对虾人起了杀心。一般。早在众长老来之前，他便被幸福的封印了五感，自然是说不出话来的。你们既已走到这一步，便是我青洛山外门弟子，我自会为你们安排去处。众长老瞬间打起12分精神，想要从他的安排中看出端倪。我怎会让你们看出端倪呢？我要把他送到一个你们想不到的地方，然后再偷偷安排进我门下。那个非主流，你去百兽园喂猪。还好，也算是个好去处。那个经常熬夜还肾虚掉头发的，去百草园中枸杞。那个头最大的还带个娃的，你们去沐银阁赚钱。师尊当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呀！那沐银阁的人都是一群极品，为了赚钱都可以组团去隔壁的宗门偷财宝。上个月还听说把隔壁宗门的祖坟挖了盗宝贝，几大长老亲自上门道歉，此事才平息下来。
这帮老匹夫怎么都想不到我会先把他弄去沐银阁，那地方就不是正常人能待的地方，想必他很快就会受不了。让我给他换个地方，如此我便能给他换个好去处，让他对我感恩戴德，我便可借机收入自己门下，简直天衣无缝。诸位师兄师姐，可还有什么问题？老壁灯，算你狠。小子，你身上为何有死气？原来是玄道，误了玄道之人，也有一些人以鬼祟为修，沾染一些死气也实属正常。如刘霞的猜测一样，只要看到虾仁修了玄道，便不会再怀疑他身上死气的由来。竟能以木炭会符，天资不错，好好修炼，早日晋升内门，届时可来我卷山。就你特么卷山能叫玄道弟子吗？给你装了。怎么念长老还有事？他难道看出来了？他一定是看出来了。之所以不说，定是也不愿让其他老匹夫也参与争夺。该死，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女人的第六感。傅迎春的目光不自觉地瞥向了虾仁，然而下一秒，曹中计了，不是第六感，是女子的奸诈。你我各凭本事，切勿外传。各凭本事，切勿外传。曹装逼，这是装逼啊！明明可以直接走的，非得炫一手术法，奸诈的女人呢！好了，待会会有师兄师姐送你们去往各自所在，都早些休息吧。带他们去各自所在吧。沐银阁那帮人不好相处，跟他好好讲解一番，若有问题再来寻我。这位师兄，不知我的师尊是哪位前辈？外门弟子并没有师尊啊，那谁教我修炼呢？外门弟子可在书阁一层领取修炼之法，干活之余自行修炼。等到了内门，宗门便会安排师尊。原来师尊姐姐真的忘了。吵死了！是谁家的鸡在叫？在世俗的时候，他从未那么早起。这沐银阁的师兄们还没有回来吗？那咱们怎么办？听说宗门里也不能摆摊做买卖。宗门由内侍堂统一管理资源，而外门弟子可在其换取灵石。灵石是修道人的通用货币，而不再是银子。一块灵石等价约莫100两银子。而虾仁也是刚知道这个事情，不禁后悔不已。不能在宗门赚银子，那还有什么意思？或许赚银子的方式不止做买卖呢。什么呀？你看，这是内侍堂，这是外门弟子。一般外门弟子用功绩在内侍堂换取灵石或者其他术法，而1点功绩可以换1块灵石，100点功绩则可以换1册入门术法，500点功绩可以换几本入门术法或者1本初级术法。但是不会有人用500点功绩一次性去换基本入门术法这么多，因为术法对内门弟子开放的。有这么多功绩，不如换500灵石直接修炼，再囤够功绩换取进入内门的选拔机会。可是咱们又不用去内门，赚灵石才是王道。所以我们拿500功绩换成7册入门术法，再分别卖给7个人，而对每人只收95点功绩。因为咱们便宜，他们自然会找我们买。算下来便是665点功绩，倒一手，咱们净赚165点功绩，也就是165块灵石。嘿嘿，你们虾仁刚入宗门就遇到5个摆烂师兄，明明个个天赋异禀，却甘心在外门混吃等死。老大身材肥胖，却擅长隐匿身形，宗门内每个女浴池都曾有他的身影。老二身材瘦弱，却力大无穷，据说曾不用修为，徒手干碎隔壁宗门的保护大门。老三则擅长推演之术，每次行动前都会占一番吉凶，确保搞钱计划万无一失。老四习得一身风水堪舆本领，总是能轻易寻到隔壁宗门的祖坟藏在哪。老五生得一双听风耳，千里之外的内幕消息尽收耳里。而这一集，虾仁将作为最强大脑，与其5人组合成老6完全体，横扫天下天才地宝。不好，赚钱大计被人听到了。虾虾，他们是什么人呀？不知道，先跑再说。你便是那个刚来的师弟。不好意思，师姐力度没控制好。
你们是木银阁的师兄吗？方才的主意是你自己想到的，难道不行吗？行啊，简直太行了！我们整日外出牧淫，为的不就是换灵石吗？你有此法，咱们还去什么外头？不过你这法子有个问题，就是500点功绩，哪怕凭我们也要1年才能赚足。你刚来宗门，或许会更慢一些。这是小事，老六没有我们有啊，用我们的先去换，换回来大家一起平分。你俩快去试试。我是大师兄，你可以叫我老大。这是二师姐，你叫老二便可。她是老三，方才出去的，便是老四、老五。我宣布，从今日起，你就是老六了。老六？那我呢？那我呢？这是我妹妹小二。好可爱的小家伙，那你就还是叫小二，我叫老二，你叫小二，也不冲突。好耶，小二是吉祥物，小二叫小二。那几位师兄先前是去弄钱财了吗？自然是，刚去隔壁宗门逛了逛，偷回来了几只金蝉。这玩意吃虫子拉金子，我们眼红好久了。这种宝贝他们宗门不应该好生保护的吗？即便如此，有我们5个合作，自然万无一失。几位师兄姐这么强悍，下次出去发财能带我吗？你现在的修为还是太低了，等你到筑基，我们便能带你去了。好吧。可以，师弟的主意真的可行。赚了多少？一共赚了1650个灵石。哦，这是给你的，还有我的。咱们所有赚到的东西都是平分的。这个主意是老六你出的，自然有你的份，快收下。等明日咱们再去换一些，这事儿可不能太拼了，容易被发现。哇，虾虾，这是给我吃的吗？吃吃看。老六，你这妹妹是什么怪物啊？她从小就这样，喜欢吃银子，但没想到还能吃零食。她能吃多少？我也不知道。小二还想吃吗？小二想吃。于是木银阁5位师兄师姐在好奇中开始了对小东西的投喂，一块一块零食，小东西来者不拒，很快便吃下了数十枚零食。小二吃不下了，小二有点困了。足300多块零食。我这个退给你们。不用了，这是我们给小二的见面礼。你的零食自己收着就好，我们还能赚。多谢各位师兄师姐。他收起了零食，好奇地看了肩头沉睡的小东西一眼。他似乎感觉到小东西身上的气息正在发生变化，这么多零食对他好像有大补的效果。正这时，木银阁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吼：“虾仁，你出来！我要跟你单挑，谁输了就滚出青洛山。”这是谁？我在拜山门的时候结下的梁子。那你要跟他打吗？不要，他赚银子可不是为了打架，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虾仁，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这个作弊上山之人，今日我一定要跟你单挑，你我谁输了，谁就滚出青洛山，终身不得踏入山门半步。柳华放肆叫嚣，令木银阁5位师兄姐都不满了起来。吵死了！虾仁第一次拜入山门，便有人向他发出挑战，然而对方却不知道这个老六的背后有5个天赋妖孽的师兄姐。于是下一秒，有种你出！唧唧歪歪的，吵死了！好了，解决了。老二这一下，他至少得睡2天。就这么解决了？多谢师姐。这都是小事，不过这次我可以帮你出手。可下一次他若在外门各处的小比中向你发起挑战，你就不能拒绝了。你还是要尽快提高修为，不论是想要跟我们外出赚银子，还是应对这种麻烦，都需要修为。外门弟子之间每过3个月都会有一次小比，各处之间可以互相发起挑战，受邀之人不可拒绝。这也是宗门为了提高大家的实战之力和解决宗门内部一些矛盾的办法，所有矛盾都可以在小比之中解决。看来要用钱财为自己提高一些修为了。
不急，离下次小比还有1个多月。咱们木银阁还有一块灵坛，放在身上可以汇聚天地灵气，加速修炼。虽然不能给你拿走，但是借来在木银阁中用用也是可以的。你去等我去。灵石是修炼的消耗品，而灵盘则是一个小法阵，也可以辅以修炼。谁他妈把我的发财树弄死了？定是百寿峰那群人干的，趁我们外出，用开水浇死了我的发财树。百寿峰，这个发财树是老大的宝贝，也是咱们木银阁的象征，老大极其喜爱，视为心头肉。看来应该是百寿峰那帮人干的了。外门各处时有斗争，而这个百寿峰便是咱们木银阁的宿敌，一直在跟咱们作对。哎，你怎么哭了？因为百寿峰太坏了，多好的宝贝啊，就这么糟蹋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原本这发财树是百寿峰的，前几年大比的时候，老大把他们的发财树赢了回来，这才结下的梁子。原来如此，那百寿峰有没有什么树？咱们也去给他浇死啊！不行吗？可以，当然可以。百寿峰有一只讨厌的金鸡，那只鸡每日天未亮就打鸣，吵得不行。正好我看那只鸡不爽好久了，咱们去给它毛拔了。是每天早上叫的那只鸡吗？就是那只鸡，那只鸡是百寿峰的象征，是他们的宝贝。咱们拔了它的毛，看它还怎么神气。好，去拔了那只鸡的毛。既然百寿峰有心来教我们的发财树，一定能想到我们会报复。可能我们没那么容易会上百寿峰洞那只鸡。百寿峰上有几只鸡？就一只啊。那只鸡是他们大师兄从外面带回来的，有些特殊。你有什么主意了吗？倒是有一个拙见。打鸣的鸡必然是公鸡，而大多公鸡打鸣都是为了求偶。既然我们溜不上百寿峰，何不用一只母鸡把它骗下山呢？老六你真是个人才。就今晚准备行动。6人偷偷摸摸地分成2队，一队溜出了青洛山，一队摸到了百寿峰的山脚下。咱们快动手！为什么要挖机关？那只鸡有些奇特，怕动手的时候它会乱叫，布个阵法，免得被发现。老六，你挖这里2尺深就够了。好。3人徒手挖了起来，为了不被发现，都没有使用修为。这是什么？这是逆音阵，可隔绝声响外传。太着急了，找不到好母鸡，这只是山里抓的野鸡。算了，试试吧，万一那只鸡就喜欢这一款呢？他们在母鸡脚上绑了一块石头，放在了逆声阵后的地上，在地上撒了一把米。不久后，果然有一只公鸡偷偷摸摸地溜下了百寿峰，循着母鸡的声音走了下来。他一步一回头，似乎也害怕被人发现。终于，当他看到了野母鸡的瞬间，兴奋地开始翩翩起舞起来。野母鸡看到公鸡后，也不自觉地朝着公鸡而去，只是却被石头拖住了脚。公鸡兴冲冲地跑了过来，终于走入了逆声阵中。就是现在，一起上！刹那间，鸡毛扬起，满天狼藉，鸡惊铃响，一片大乱。而逆声阵外却一片宁静祥和。沃师兄，大事不好了！你因何事大吼大叫的？鸡，咱们的鸡。不是说了守好峰顶吗？怎么会让他人上来的干出此事的？不是有人上山来的，是他昨夜偷溜下峰去了。今早外面的弟子看到他，把他送回来的。木银阁，你们真是歹毒啊！竟敢扒我鸡毛！吩咐下去，今天晚上拿咱们的兽土泼他们木银阁门上。这几个老六真是吃不了一点亏，只因隔壁峰主用计将他们的发财树浇死，当晚便将对方的五彩神鸡的毛给拔了精光，还以颜色。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对方便将山上所有野兽的大便泼到了家门口。百寿峰竟如此过分，不报此仇，老子誓不为人。怎么说？要不要弄回去？要不咱们去给他们的百兽下泻药吧？没脑子！要是他们再把百兽蟹的兽土再泼我们门上怎么办？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可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搞恶心的事情可以，杀人可不行，好歹也是一个宗门的师兄弟。哎，老大，你想到哪去了？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再也不敢对我们泼兽土，甚至还要乖乖的亲自帮我们擦干净。哦，你继续说。我们不要去动这些兽土，而是模仿百兽封的语气，写一卷大字，上面就写：木银阁的师兄弟们，这可是无最爱且每日都要与之相伴的兽土，吾亲手从兽圈中掏出，亲手糊在你们的门上，你们可还喜欢？我们把这个字留在门上，让过往的弟子们都能看到。哦，这个主意也太绝了。就按老六说的这么办。这百兽封的人也太坏了吧，竟然把大便泼到人家门口。不止坏，而且还恶心。我怎么在这里睡觉？我记得刚刚不是在跟那个虾人决斗吗？我操！好像被人偷袭了，可恶！这，沃师兄，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又何事如此慌张？沃师兄，大事不好了！木银阁的门口被人泼了兽屎。就为这事，正是我们干的。既如此，为何还要留下字条？什么字条？沃师兄，咱们怎么办？要不要再报复回去？不行，木银阁那脑子想不出这种缺德主意，此番反击必有高人指点。去给我查，最近有谁进了木银阁？我知道，定是那个叫虾人的，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哦，说说看。柳华立刻将当初拜山之路上虾人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居然还有这种老六，难怪能和那帮人混到一块去。师兄，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要等到小比才能出这口气吗？他们进来不是钻漏子，赚了许多零食吗？那咱们要告发他们吗？怕是没有什么用吧。我之前就试过，可青洛山根本就不管。哼，为何要告发？他们想要赚银子，咱们就断他们的财路。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功绩加起来跟咱们百兽峰相比也差远了。咱们就算不赚零食，也不让他们好过。哦，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咱们把功绩凑一下，换了入门功法保本脉，坏他们的赚零食之路。怎么样，你的小师弟在木银阁应该快受不了了吧？百兽峰那帮人确实快受不了嘞。受不了你就偷偷给他什么？等等，你说谁受不了了？他不止融进了木银阁，还跟那帮人打成了一片，更是把百兽峰那群人整得狼狈不堪。还有登山之路上，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祸害。师尊，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木银阁那帮人有多疯，等过段时间，说不定他便会受不了而找咱们了。也罢，内侍堂的那个能钻的漏子，你想办法杜绝一下，免得他们继续胡闹下去。再这么下去，青洛山脉门弟子这点功绩都要被木银阁赚完了。哦，要怎么杜绝啊？你就去把入门术法的价格统一改成50点功绩，不论多少本都是50点。好，弟子明白了。上次那件事让你去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吗？查了，此次外门弟子身份皆清晰透彻，并没有与阁之人混进来。好，下去吧。木银阁的杂碎们，看你沃爷爷怎么断你们财路。去吧，多赚多得，少赚也行，保本就好。为何又都拿回来了？难道木银阁卖的比咱们还便宜？不是说了吗？保本卖就好。沃师兄，内侍堂降价了，如今每本入门术法只需要50点功绩，即便咱们保本卖，也没人会要了。咱们这一次亏大发了。买多一点呢，咱们多买一些，平一平成本。不行啊，换多少本如今都是50点功绩。师兄，沃师兄，小师弟那边呢？过了这么多天了，可以直接安排进来了吧？那不行，这必然会被其他老东西看出端倪。更何况都跟念长老说好了，各凭本事，直接安排回来可以为君子之风。这样吧，找理由给他下个罪，罚他去陵渊扫地1个月。去陵渊扫地？师尊，你是想让他死在陵渊？
传说青洛山极深之处有一个无底深渊，其中阴气逼人，却又古怪的处于地势的极阳之处。而宗门历代先祖归西后，其一生所悟道法会因阴阳相悖的灵渊而化为道灵，留在其中，不死不灭。后世弟子虽可进入其中感悟仙人道法，但那些死去先祖们的脾气不一，其死后所化的灵物也都带着各种古怪的脾性，所以进入灵渊之人会见到各种古怪的现象，道心不稳之人甚至会死在这里。师尊，你是想让他死在灵渊？就照我说的去做。唉，好吧。对了，师尊，既然没有羽阁之人进来，那文若师妹可以下风了吗？文若便是当初来找虾仁买墨笔的客人，她本是羽阁小公主，不曾想羽阁内乱，山门易主。刘霞在寻到虾仁后，便把她带回了青洛山。可以了，就让她在宗门内活动，不可外出。她的道法有些特殊，半个月后的灵渊之行也带上她吧。对了，别忘了，她如今叫杜若。老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怎么才能赚够银子？这还不简单，等会我。你这又是打听到什么了？我打听到了一个震惊的事情。哎呀！有屁快放！我打听到的事情跟老六有关。我打听到老六在此次外门弟子选拔时，用各种法子赚了不少银子。我还打听到了老六悟性逆天，在第2关的道文之物中，他连着悟出了30多个道文。我还听说有人在第3关引起了青洛山灵动容，若我没猜错，这个人就是老六吧？师兄，你这听风耳的消息中有一半是猜的吧？怎么能是猜的呢？这叫推演，虽然不全对，但也8、9不离10。那你可猜错了。若我是那个人，为何还会安排我来沐银阁，而不是直接被收为内门弟子呢？问题就在这，我推算是有某个长老发现了他，又不想被其他长老惦记，想偷偷收为自己门下，便把老六安排进咱沐银阁了。估计原本计划是老六带不下去，然后再偷偷换个地儿，安排到那个长老自己的门下。只是没想到老六带下来了。你们信我，我的听风耳极少出错。若是不信，咱们打个赌。我估计那位长老很快就会下令，强行安排虾仁去往内门。我说你这到底是听风耳还是脑补耳？也太离谱了。师兄，我信你，我绝逼就是那个天骄。虾仁听令，来了来了。因虾仁入门时欺诈同门，干扰选拔秩序，入门后不思进取，贪财冒进，故法网灵渊扫地1个月。怎么会这样？不合理啊！你在登山门的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何要罚你去扫灵渊啊？还是不对啊！这些事情也不至于让你去扫灵渊啊！你到底还干了什么？你跟琼泉师姐有什么过节吗？没有吧，我就喝了一口琼泉师姐的酒，不过那酒太辣，我给吐了。活该啊你！亏我替你算了半天。师兄别走啊，不是我天资无双啊。你登山途中摆摊就算了，你怎么能惹琼泉师姐呢？她既是副长老亲传，也是咱们外门弟子的管事大师姐。我哪里惹她了？你喝了她的酒，还给吐了。琼泉师姐可最爱酒了，更何况你琼泉师姐手中的酒是她亲酿的百花浆，一口至少价值100-10。怎么会这样？不合理呀！那酒那么辣，怎么这么贵？放宽心，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也就1个月，也可能只用半个月，忍忍就过去了。节哀。那个灵渊这么恐怖吗？不能说是恐怖，我跟你说耍。所以灵渊是咱们青洛山的乱葬岗？不是乱葬岗，仙人感到大限将至，自己走入灵渊归西，自愿凝为道灵，没有尸骨便也不需要下葬。道灵也不是亡魂，因为那些道灵不再有生前的记忆和灵智，只留下了对于大道的感悟和道法的传承。虽然有些道灵确实有些古怪，其中带着浓郁的杀伐之气，容易让进入其中之人受创，甚至死去。里面还有很多仙人亡魂，这么危险，还要弟子进去魔道？虽然有一些危险，但是一旦承受不住了，也可以出来啊！而且灵渊是咱们青洛山的底蕴所在，其中不光有道灵，还有一些先祖得到的灵宝，欲传给有缘的后辈弟子。哎，老六你找什么呢？我找扫帚啊！身为青洛山弟子，自当为先辈扫灵。几位师兄姐，在下先行一步。
这老六真是个小财迷。这个老六一听说陵渊内有许多宝贝，便将生死存亡一概抛之脑后，兴冲冲就地往陵渊的方向跑去。然而还没走2步，却被2名弟子拦住了去路。来者何人？为何擅闯百花谷？2位师兄，我是沐银阁的弟子虾仁，受命前往陵渊扫地，不知此处能否通往陵渊？哼，此处的确可通往陵渊，但你要走的路不在这里，你且绕道而行吧。绕道可怎么行？我得快点和我的宝贝们见面。师兄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着急去陵渊。哼，说了此路不是你能。且让他进来吧。既然长老说了，那你就进去吧。多谢2位师兄。家人见过念长老。你坐下。你去陵渊做什么？我自知做错了事情，甘愿受命去陵渊受罚扫地。哦，这是百花茶，试试。赏伤后可还习惯？多谢念长老关怀，我很习惯。那便好，着急去陵渊。早去便能早回。原来如此，此去陵渊路途遥远，你自己去怕是还要好几日的路程，不若无送你一程。不过你要先解答我一个疑问。念长老但说无妨。我想知道你在拜山门时那第3关问心之举中到底见到了什么？他努力地回忆着第3关中的事情，却忽然发现似乎记不清了。我有些记不清了，不过我好像见到了群山与我的亲近，还有一位自称山灵的人伴我走了很久。我想要带他走出那群山，他却说我所见皆是本心。你可知这世间之人修炼中途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这是一个诛仙争法的世界，诛仙想争夺天地无上道法，去看一眼那天外头的模样。长老，这世间难道真的有仙人吗？当然有的，七世9州，每一州都有一位仙人。咱们清仙州便有一位，只是他一直站在天地之间，仰望大道寰宇，以万年不曾低头看一眼人间。他的福泽州慢慢变少，以至于咱们的清仙州沦落至如今这模样。陵渊未扩，至今已占了清仙州的半数山河，民不聊生。这有什么关系吗？唉，有的。你所见到的青落山林，便是他曾经遗留在世间的一道福泽。曾经这种福泽遍布整个清仙州，而今却因为福泽归西，让半数山河失去了灵佑，也就是如今陵渊的由来。曾经清仙州遍布福泽，每一处皆是灵的。后来那位仙人似乎忘了他的子民，整日望着天外，找寻着所谓天地大道。福泽归西，一半的山河沦为了陵渊禁地。没有人知道陵渊为何会因为失去福泽而变得不同，也没人能确定是否是那位仙人身上出了变故。只知或许再这么下去，整个清仙州在万年之后竟将沦为陵渊之地。陵渊之地中蕴含着太多的诡异，就连清仙州几个巅峰之人也走不进太深。我知你疑惑，许多事情在你看来或许还早，可是我与他人不同，我以花草观天地，所知的比其他人知道的要多一些。你在问心之关中引起了山林的动容，便也是走入了他的眼中。这世间走入他眼中的人并不多，你如今也是其中一个。我希望你能够好好修炼，既有此福泽，不可辜负天恩。念长老，你跟我说这个有些渺茫吧？我连去陵渊都要走很久呢。不渺茫，至少要叫你记得心中坚守之道，不能走错了路。今日走错了路，我能容你，往后的路却不一定了。好，我答应你。如此甚好。往后你若在修道之上有问题，可随时凭借此玉牌来寻我。我别的本事没有，对于草木之道倒是有一些感触。多谢念长老。走吧，既然去陵渊，便好好的扫地，切莫贪多。这可是你自己把他送上来的。竟算漏了这一茬。老女人，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他虽然收下了你百花谷的玉牌，那是因为他不知道玉牌的用途，还没有入你门下呢。哦，是吗？那他还有几个内门子弟玉牌？很快就会有我凌绝峰的玉牌。再说了，你只给他玉牌，我还能给他别的呢。哦，你还要给他什么？哼，这你就不用管了。此时他的心里萌生了一个舍害套狼的计划。师尊，这么着急找弟子有什么事吗？那个，你再编一个罪责，罚文若野去陵渊扫地，
什么？这便是舍害套狼之计。眼前这个九蒙子看来是不行了，那只能是宝贝弟子文若上了。师尊，要不你想一个文若的罪责？那你这样就编赏，让文若也去凌渊魔道。好家伙，赏罚都去凌渊市吧。若是还安排不了，就让他在半月后的魔道之行中，叫其他弟子提前2日出发。这个好安排。气运之子第一次进入宗门禁地受罚，可奇怪的是，看守禁地的却是2个死人。死了吗？派2个死人守着凌渊做什么？算了，进去再说。小子，所谓何来？弟子奉命领罚，来凌渊扫地。受罚你得意什么？我没有得意呀。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我没有。小子，别皮了，我们手中的宝贝不是你能打主意的。趁我们还不想揍你，赶紧滚进去。怎么被看穿了？我没有，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怎么连个鬼都没有？有鬼啊！还好财爷，我反应够快。嘿嘿。财仙爷爷的，这是什么玩意？不是说死不了人的吗？这些就是盗灵吗？前辈们，晚辈是来给各位扫灵的，我只是想找一些灵宝，咱们互不相干，好不好？前辈，这样不好，咱们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就是死气吗？谁没有啊？什么情况？不比死气了吗？盗灵究竟是什么？没反应。盗灵感受到了虾人传来的智慧，将他误认为是众多盗灵之首，欲亲近一番，只是其中却带着无尽的杀伐之气。救命啊！要死！他感到这杀伐之气太过浩瀚，而他的财仙道还太过渺小，一旦贴上自己的财仙道，怕是会被击扁。不要啊！前辈的毕生所悟，晚辈要不起啊！而在凌渊之上，似有一缕意识在偷偷的看着，只觉得有趣无比。救命啊！救命啊！山灵前辈，救命啊！要死人了！这小子发现我了。山灵前辈，我要灵宝，不要盗灵啊！宝贝，宝贝不要跑！雨天一法定。一道法则将长裙禁锢，但他却忘了彩海之中已经没了影子。一股反噬之力突然涌来，道生机流逝，而长裙也是停留了一息，便摆脱了限制。无数的盗灵朝他冲了过来，若在他生机殆尽之时被迫感悟诸多道法，等待的将不是财仙道被击扁，而是死。原来凌渊真的会死人。而此时长裙忽然微微一顿，似是感受到了少年内心淳朴的执念。就在盗灵冲过来的瞬间，长裙却附在了他身上护住了他，而盗灵也因长裙的法则力量失去了目标。虾人忽然感到了一道道生机从冥冥之中浮现，那些被天地反噬的生机莫名回到了自己身躯之中。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吗？别走，不是就不是吧？应该是灵宝吧？你能借我穿一下吗？就在这灵渊中穿1个月，这些盗灵太恐怖了。因为他发现这件长裙可以不被盗灵发现，借用1个月，就1个月。终于在虾人死皮赖脸的操作下，将云丝长裙穿在了身上，而他也感受到了一道道仙韵连通上了自己神魂。哦，好厉害，谢谢。长裙宝贝，你有名字吗？云丝雾梦裙，好好听的名字，那我就叫你雾梦宝贝吧。那叫云丝宝贝。其实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只是心善，不愿见我死在这里。你放心，我就借你1个月，等我出去了，你便还躲在这里。其实你是在躲避什么，对吗？这里不见天日，能让你不会被发现。其实谁不是在躲着呢？
尘世如雨，所有人想不被淋湿，世人为何都想要做神仙？因为大家都想要在雨水落下的那一日，有能力为自己还有身旁之人撑起伞。其实撑伞也是躲避，大家都在逃避，我也是啊。他也害怕死去，所以在云丝长裙选择回来救他之后，对他心生感激。所以你刚救了我，我能有什么是我能帮你的吗？既然你不想说，那就以后再说吧。该干正事了。这个老六仗着自己身着仙裙，竟利用仙祖的冤魂在禁地挖起了宝贝。长枪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再这么下去，他的灵石都要被消磨干净了，便任由虾人摆布。嘿嘿，还得是财爷，我有办法。宝贝们都接受财爷的制裁吧。那小子进去多久了？10几日了吧？怎么还不出来？不管他，许是有些本事。两位前辈好。所为何来？晚辈杜若受赐前来凌渊魔道。既是受赐，你惭愧什么？我没有啊。你有？我没有。他确实惭愧，因为青洛山不仅将他保护得很好，傅迎春更是将他收为亲传，欲让他尽快融入青洛山中。可因为他的性子，还是没能很好的与门中弟子打成一片。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你有？快进去吧。有没有跟我们也说不上。再有，别打等其他人一起进去的主意。既然让你先行，便有先行的理由。哎，怎么被发现了？我没有。你有？师姐不是说走上半日便能见到仙人道灵吗？为何现在都没看到？小子，我劝你还是懂事一点，乖乖成为我的宝贝。抵抗是没有结果的，只有屈服于我，方有一线生机。这可你逼我的，不要怪财爷心狠手辣。为什么这么多道灵都聚集在了这里？似乎还很听那人的话，那人的声音似有些耳熟。你好。小掌柜，是你。客人，你是来还银子的吗？哎，小掌柜，不好意思，我如今躲在这里，还没有赚到银子。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好吧，没关系，也不着急，你没忘就行。不会忘的。他不知为何又想起了那一夜虾人带着他逃命，还有挡在他身前，一言施展观天景的姿态，嘴角不由得微微翘起，似有笑意弥漫。而在虾人眼中，他却是一大堆银子模样。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也触犯门规了吗？没有啊，我是受赐来凌渊魔道的。我是来受罚的，怎么受罚和受赐都来凌渊了？对了，你当日是怎么活下来的？我问了刘霞前辈，他却没有与我说。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晕过去了，等我醒来之后，你们都不见了。再后来听说青洛山收外门弟子，我就前来试试，没想到客人也在青洛山。对了，文竹客人啊。原来如此，文竹叔受伤很重，如今还在灵绝峰上疗伤，还不曾问小掌柜的姓名。我名虾人，没有姓。这世间之人怎么会没有姓呢？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故而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曾经养我的家人给我起名虾人，没有赐我姓。他们说，人生于父母，可无姓，却不可乱姓。那如今养你的家人呢？他们都死了。对不起。事实而已，若是说不得，岂不是太小气了？哎，等等，你就是那个虾人，在外门选拔之时做买卖的虾人。怎么我很出名吗？外门之中都传遍了，说外门木银阁来了一个坏小子，说的就是你啊。所以你方才在做什么？哎呀，我差点忘了，我还在征服宝贝呢。你要魔道是吗？凌渊的道灵应该都在这里了，你随便挑，喜欢哪个跟我说，我帮你。你能帮我？那个吧。给你。多谢。他开始魔道其中仙人留下的大道之物。原本魔道是极为平原的事情，可这一刻，道灵仿佛成了唾手可得之物。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你看啊，财爷，我虽然现在不能折磨你，可等文弱完了，我还是能让道灵前辈们帮忙。到时候你还不是要屈服于我，少受些苦不好吗？你很想要它？当然了，我不只想要它，我还想要这里所有的灵宝。要所有的有点难，但是如果只要几个的话，我可以帮你。你说啥？给你。哦，不会对你有影响吧？不会，这是我道法的特殊，能够唤出一些灵宝的灵性，只不过我如今修为不够，有些吃力而已。所以你要一直在这里，等到处罚结束吗？是啊，你呢？我等宗门的魔道之行结束，会跟那些人一起离开。不过他们比我晚几日来，算算也就这几日了。等等，你说什么？还有人要进来魔道？对啊，怎么了？有了，有了！前辈们，晚辈能不能发财，全看你们了。嘿嘿。这个老六进入宗门禁地受法，反而获得了上古的无上机缘，甚至打起了自家老祖宝贝的主意，就连自家宗门的弟子的羊毛也不肯放过。前辈，前辈，所谓何事？前辈能不能把手里的金券借我耍耍？小子，你休想！那我能出来了吗？你受法扫地1月，未到期限不可出来。好吧，其实我也不太想出来，可是里面的道灵前辈们都太热情了，非要传道给我。我想着自己一个人却得了所有的道灵传承，还是有些自私。本想着算了，既然不能出来，那就只能勉强接受所有道灵前辈的传承了。你说什么？道灵前辈们都追到我身后了，不信你们自己看。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啊，是他们自己一直非要跟着我。我本觉得不能一人得了所有的传承，便想着离开算了。可既然还不能出去，就只能勉为其难了。等等，你的受罚结束了，可以回去了。那可不行，我还在受罚，不到1个月，我是不会走的。你想怎么样？是这样哈。既然道灵前辈们都想传我道法，我想着若是宗门有其他弟子前来魔道，我是不是能够帮大伙选道灵？一来能够让众弟子们更方便魔道，二来我这么帮宗门付出，宗门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好处，比如银子啥的？这小掌柜果真是个小财迷啊！你是想要在这里开个铺子？没有，我就是想为宗门效力。你有？我没有。这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开铺子就别想了。不过你若是想要赚些零食，我们也未尝不能帮你。既然你与朱道灵有缘，我们可让你为魔道弟子帮着魔道，每为一个弟子魔道成功，我们便可为你记上50点功绩。哦，这才是大买卖啊！不过你必须说出为何道灵都与你这般亲近。其实弟子也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灵渊的上头似乎有人，他在看着我，是他把道灵前辈们赶到我这里的。青落山灵，既然如此，便让你小子赚些银子也未尝不可。叫我们前去灵渊。糟糕，要出大事了！此地离灵渊最远。见过老祖。老祖，此子在灵渊之中引起了青落山灵的注视，引得道灵追随。你们可换来自己的亲传弟子魔道，可让他帮忙选道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多谢老祖，我这就换来亲传。你叫什么？下人是吗？我看你天庭饱满，有仙人之姿，不知可愿来我卷山？老夫收你为亲传。哼，我看还是来我丹峰，吾收你为关门弟子。别听他们的，来我玉寿峰，我带你去四海为抓蛟龙，给你当坐骑怎么样？玉寿峰都是些畜生，你还是来我峰，为师为你炼仙丹，直接让你化神，省得修炼。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就我玉寿峰都是些畜生了，百花谷都还是些杂草呢？你怎么不说？傅迎春，你干的好事！众长老吵成一团，每一个都开始以为是自举。虾人恍惚地看着众长老，一时间却有些茫然。这也是师尊姐姐的安排吗？
虾仁是我凌绝峰弟子。怎么就是你凌绝峰弟子了？你除了打打杀杀，还会些什么？你能给他丹药吗？你能为他抓蛟龙当坐骑吗？我能带他杀敌。在青洛山众长老之中，单论杀敌，确实属他最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都是你让他暴露了。这下好了，更争不过了。够了，你们都想要虾仁为徒。该不会两位老祖想要抢这个弟子吧？老祖已经收了2位弟子了，一个浅苏，一个刘霞，再收一个虾仁，岂不是跟我们齐平了？没有，你们有。不过虾仁拜师之事不着急，老大和霞儿还没有回来吧？这个老大便是还在妖魔海镇守的大长老。宗主前段时间去了灵渊，似乎里面有什么变故，未曾回来。此番叫你们来，是让你们换弟子前来魔道，不是让你们争弟子的。即便要争弟子，也得等老大和霞儿回来再说。不过在老大回来之前，你们做什么吾也管不着。可他最终拜谁为师，全凭他自个儿主意。眼下你们便换各自的弟子前来魔道吧，可让他相助。你每帮一人魔道成功，便为你记上30点功绩，如何？多谢老祖。众长老立马暗中传音给自己的弟子，下达了此次魔道真正的任务。乖徒儿，等会儿要多照顾你的师弟呀，最好能直接带他上咱们凌绝峰。你带诸位师兄姐进去魔道。感悟先祖道灵法则，本凭个人机缘与悟性，而这个老六却将境地道灵全都收为了小弟。众多弟子眼中遥不可及的神秘道法，在他眼里却挥之则来。师兄师姐们，今日魔道有些不同，不用再寻找道灵了，看上哪个了，随便挑。师尊啊师尊，这个小师弟根本就不是人好吗？师尊完蛋了呀，这小师弟还没着落，小师妹好像也要走丢了。师弟，往后要常来百花谷坐坐，若是受人欺负了，便来百花谷找师姐，师姐为你出头。师兄知道，你这次受罚一定是因为百兽峰那群兔崽子。放心，此次外门小比你参加不了，师兄定会安排帮你教训他们。我让他们下一次小比都下不了床。师弟，往后遇到麻烦就报师兄的名字，我看谁敢欺负你。师弟，等你受罚结束，师姐便去沐银阁看你。师兄师姐们也太好了吧，不但让我赚了整整1500点功绩，还对我如此照顾。师兄师姐们，家人有罪在身，恕不能远送。我也要走了，等你回沐银阁，我就来找你。愿师弟早日步入内门，到时候来咱们百花谷，师姐把自己采的百花丹送师弟一些。听这意思是你还要待在灵渊？没错，弟子还在受罚，还需待上10几日。谁这么不长眼要罚你？我现在为你免去受罚，早日回去修炼吧。怎么红脸全给你们唱了？这块玉牌给你，若有不是，可随时来丹峰寻武。这是我御兽峰玉牌，何时想要坐骑了，随时来找我，我带你去四海抓蛟龙。这是我剑锋令牌。2位老祖，那说好的功绩？既然你走入了他的眼中，便好好修炼，莫辜负了天地福缘。去吧，下次魔道我们传令于你。我的扫帚还在里头，我先去找回来。他自然不是为了扫回来，他走到最深处，站了许久，忽然开始自言自语：我要走了。虽然1个月的时间还没到，但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上次救了我，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护我。我知道你帮我，只是因为你心善不愿见我死你面前，而不是因为我家人有多么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世间所有人的付出都应该得到回报，只可惜我却没什么能帮你的。他小心地将长裙脱下来，认真地掸去了上面的尘土，而他身上的气息开始暴露，无数道灵们疯狂涌来。他察觉到，却还是想要把话说完。我也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人要理所应当对我好的道理。虽然很喜欢你，也想带你一起走，但是我知道这似乎有违你躲在这里的缘由，也有些自视不凡的托大了。所以，我欠你一个人情。如果往后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喊一声，我就来了。我真的要走了，不然那些道灵前辈们找过来，我又有得苦受了。谢谢。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仙群
不该是自己能够沾染的。他与其他灵宝不同，四拥有着独立意识，既是独立个体，他便无法强行带他离开，也无法再简单的把他视为一堆银子。而四是一个姑娘，一个更像与他一样拥有自己的人，他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这些天，多谢你的照顾，再见。而那缕意识似忽然睁开了双眼，他望着少年离去的步履，仿若有些沉重，似被什么压着。他见过许多了不起的少年天骄，却从无一人像他这般。与其他那些天骄一样，他也天资卓绝，可与那些天骄又不一样。他身在云端，却心在尘埃，甚至有些市侩。他自是立于世间万千仙宝之上，却不屑与任何一世间天骄为伍。可竟也觉得眼前这个少年十分有趣。他轻轻地飘起，在无数道灵扑向他之前，静静地披在了他的身上。我名云思雾梦群，是一件极为讨厌所谓天骄的有灵之山。你很普通，所以我不讨厌你，却也不至于喜欢你。不过既然你这么喜欢我，我也未尝不能陪你走过一些年岁。谢谢。虽然我很普通，但是我穿着这件仙裙总不普通了吧？只是我穿成这个样子，会不会太招摇了啊？要是能变成普通弟子衣着模样就好了。哦，我的云丝宝贝竟然这么宠我，我是最幸福的虾人了，嘿嘿。坤历9400年4月27日，入门1月，赚银许多，9件灵宝，1500功绩，也就是1500灵石。财爷我发财了，结余1500灵石，外加8300两外账，收工。只是不知为何，他终究还是没有把云丝雾梦群写在账本之上。我这是提前出来了，外门弟子的小比也躲不过了，打架就得花银子，不行，得想个办法，不参加小比。请师姐把我的功绩都换成灵石。好的。这位师弟，1500点功绩这么多，你确定都要换成灵石吗？没错啊。我的建议是，师弟换些灵石，再换些入门功法，留一点以用来换取内门弟子选拔。不用了，全都换成灵石吧。他并不想浪费灵石进内门，因为他有一个宗主师尊姐姐。好吧。对了，师姐，问一下内侍堂收不收灵宝？我有一件也想换成灵石。灵宝哪里来的？在灵渊魔道的时候，从里面拿出来的。哎，灵宝得来不易，既然以认你为主，你不自己留着吗？可那灵宝也没认我啊，是我强行把它带出来的。什么？你这个不行，没有这种先例。好吧。师兄们，这是在干嘛呢？老六还没回来，而且一点消息都没有。凭我听风耳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无了。咱们师兄弟一场，祭拜一下老六吧。也好。天道不公，大道无情，只恨少年天骄英年早逝。可怜的老六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老六啊，常回家看看。还是别回来了，师兄害怕。原来师兄姐们是在祭拜我。师兄师姐，你们在做什么呢？老六，你是人还是鬼啊？有铜锈的味道，是老六。老六，你终于回来了。师兄姐们，刚刚你们在祭拜我。没有。就是我们早知道老六福元天助，怎么可能会出事？师兄早就算到老六你会在今日回来了，故而在等你呢。其实他并没算过，毕竟窥探天机是会折寿的。我明白了，我的听风耳在老六身上之所以不管用，一定因为老六不是人。不应该啊，怎么老是出错呢？既然老六回来了，咱们还是说说这一次的行动吧。众人见不到小东西，也没有细问，只当是虾人把小东西藏起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他们便也不打算再问。什么行动？听说过宇阁的事情吗？据说宇阁易主是这个事情吗？没错，咱们这次要去的地方跟宇阁有关。根据我听风耳的经验来看，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个地方有些特殊，乃是扬州与咱们青洛山和灵渊三边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山川阴阳交错，地脉生死异位，似乎其中有大宝贝。我听闻前段时间宇阁在此地得到一个东西，然后便发生了内乱，宗门易主，就连老祖也未曾出面。宇阁的事一脉，
想要瞒下这个东西的由来，可惜没有成功。许多宗门势力也知道了此事，如今他们正赶往此地，想要在其中分一杯羹，其中不乏一些久未出世的上古势力，所以我们也去掺一脚。没错，既然宇哥在里头得到了宝贝，说不定我们也能搞点银子。可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宗门和势力都去，咱们去会不会有危险？危险自然是有的，不过危险越大，收益越高。或许咱们有更好的募银办法。哦，什么方法？这个地方现在除了那些大宗门之外，知道的人并不多吧？自然，这个消息虽然没瞒住，但是也还是比较隐蔽的，大多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但是不知道具体位置。那四师兄能知道具体位置吗？有点难，或许我能打听到那个地方具体在哪。等我打听到位置，咱们其实可以找一个很多宗门都有人驻守的地方卖消息，卖完消息卖地图，没有危险，还能大赚一笔。老六，你这个脑子啊，真的师姐我爱了。只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能够让咱们卖消息。灵界，灵界那是什么地方？灵界位于清仙州上的独立洞天，传言是灵都那位曾经以一尊无上灵妖炼化而成。整个清仙州，任何仙修都能通过灵碑进入灵界洞天。灵界洞天乃是众修聚首的一个地方。灵界虽然是一个虚拟世界，但是却与现实的灵都一模一样。而在灵界之中，众修可以互相斗争与比试，又因是以元神步入，所以极难受伤，故而大多数人喜欢整日沉浮于灵界之中，甚至在其中可互相进行交易。交易之物会在离开灵界后被大道法则送回各自手中，所以在灵界买卖是最合适不过的。咱们能进吗？自然可以，咱们木银阁恰巧就有一块灵碑，只要咱们得到具体消息，便能去灵界卖消息。好，我去搞消息。而他恰好认识一个在宇阁之中有着极高身份的人，而那个人刚好又欠他一笔债。这世间能打动虾人的事情并不多，能给他银子便是其中一件。我不知道为何你总要赚银子，怕你有急用，我便找师姐借了一些零食，先还你一些，若是不够，我再回去想想办法。好，他点了80块零食收下，却又将剩余的还给了文若。即便他如此爱钱，却也没有多拿一块。可他清点零食的模样，让文若恍惚间觉得似有什么东西被自己亲手斩断了。我明白。他只觉这回来的银子有些沉重，忽然莫名双眼有些发红。你是何人？杜若师妹欠你多少银子？我替她。咱们换个地方聊。好。那人是谁？去给我查。对了，还有一个事情要找你帮忙。我可以给你银子。不用了，你说便是。你知道你们宇阁得到宝贝的那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吗？我知道，我曾在爷爷口中知道过具体地方。可你想要做什么？唉，可你这样做的话，是会得罪如今的宇阁主事一脉的。难道你就不想给他们添添乱吗？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多谢。他有些想不通，明明将银子还给了他，为何却与他渐行渐远？你这是怎么了？文竹叔，为何不开心？我把欠小掌柜的银子还他了，可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与我说说发生了些什么。我只是……我知道，你只是想要还给他欠他的债，前债两清，无债身轻，如此便再无新债横在你们二人之间。你害怕下一次相遇，在你雀跃之时，他又会说出那一句：“你是来还钱的吗？”我说的可对？你喜欢他？喜欢，可我与他只见了3面。喜欢与否，不在于相处多久，往往一眼便够了。年少情窦初开之时，往往容易动情，更何况他还救过咱们的性命。你喜欢他，也在常理之中，想要还了欠债，也符合你的情理。只是，这却不符合他的情理。我与他接触虽不多，却也隐约看出他与常人有些不同。在他的心中，情理分明，情是情，债是债，理是理，条条分明。你此次做的最错的事情，便是2次还给了他这一笔债。什么？我何时还给了他2次？上一次，你为他取得灵宝，或许在你眼中这不算什么，可对他而言不是。所有人对他的付出，他都记在了心中。他虽未明说，或许却已将是你欠他的银子还清了。这一次还钱，在他眼中将不再是还债，而是还情。可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怪你，
也不怪他，只是你们对于世间的情理理解不同罢了。怎会变成这样？你以世俗的常理还债，这本无问题，可他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眼中，没有理所应当的付出，一切都应当得到回报。故而你为他取灵宝，便已是还债。在他的眼中，情理与买卖一样，是买卖便会有赊账，可以有人欠他，他却不能怨欠别人。赊账不只是赊钱，更是赊情。可还债不还情，2次还债便是还情，情债两清，无债无情，各不相欠。他为何会这样？你所见过的人事太少，自然不理解。一个心心念念谋财之人，心中必有负担，亦有极深的执念。或许他此生活得很艰难吧，故而在心中埋下了一杆秤，称着买卖，称着得失，称着情与理，活得艰难，心中卑微。可人欠他，不愿他欠人。文若思又一次想起了虾仁对于财宝执迷的模样，却不曾知那痴迷之下，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半生活在家族宠爱之中，自是无法想象那个少年所受的艰辛。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这世间能打动他的事情并不多，除了能给他银子。文若的举动虽然令他动容，可他更害怕的便是自己动容。所以除了买卖，他不知道如何去回应文若的关怀和亲近。原本他能够因文若欠他银子而往来，如今银子还了，便不再有买卖关系。文若如何取来的零食，他能猜到，这令他动容，更令他手足无措。财仙之道是无情之道，世事情理只会影响我做买卖。这财仙之道还得是我才能悟出来啊！嘿嘿，走了，做买卖去。坤历9400年4月27日，今日文若把欠的8000两银子还了，和80零食，文若清账。他意识沉入了自己的财海，看着财海之中的诸多亡魂和还在沉睡之中的小东西，自己也慢慢陷入了沉睡。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小东西变成了一只小狐狸，一只10条尾巴的小狐狸，只不过它似乎受了很重的伤。虾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到其本命灵物变成了一只10条尾巴的小狐狸，只不过它似乎受了很重的伤。虾虾，小二饿了。小二原本是很厉害的，只不过受了很重的伤，才落到这世间，所以小二要吃很多很多银子才能恢复。零食也行，有灵力的东西都可以哦。呀，虾虾，你醒啦？你什么时候醒的？怎么跑出来了？昨天夜里醒的，然后就出来啦。哦，你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了吗？不知道呀。你已经睡了半个多月了，现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哦，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没有。和这300多零食白吃了。不过我好像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小二梦到有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贝，其中有一个宝贝可以让咱们赚银子更简单。什么宝贝？反正就是很厉害，我把它从梦里带出来了。从梦里带出东西？你怎么从梦里带出来的？用雨天一法呀。什么？只花了1500块零食。就这玩意，你花了1500零食？对呀，它很厉害的，能够赚很多很多零食的。我在梦里挑了很久，只觉得它是最有用的呢。那它有什么用？它能赚银子啊，赚很多很多银子。钱斗莫名消失在了他的手中，却诡异地融入了其神魂之中。突然在他的神魂之中出现了9层钱，而在最下方的那个钱斗上幻化出了3个字：买股钱。意思是替人买股，可得股主生钱于钱。共有9层，如今只有第1层，那往后的8层又会是什么呢？虾虾，怎么样？这个钱斗值得吧？值，小二也太厉害了。嘿嘿嘿。可我怎么觉得这玩意才应该是我的本命灵器，而你是天道顺手送的呢？什么呀？那是小二从梦里拿出来的，小二才是虾虾的本命。哦。坤历9400年4月28日，小东西买青铜钱豆花费1500零食，吃了1块零食，结余79块零食，外加9件灵宝，外账300两。财爷我又穷了，下次魔道是什么时候啊？好想念凌渊的道灵前辈们啊！
该行动了。哦，我个乖乖，老六也太溜了。行动。进入灵界洞天之前，有个问题先跟老六说一下。什么？是这样的，灵界洞天自成一界，故而与外界的一切都是分开的。不论进去灵界洞天之人在外的修为如何，一旦进入灵界，其修为只保留神魂境界。老六，你还不曾修炼神魂，故而在灵界之中，差不多只是一个凡人。这世间之人，神魂与肉身的修为未必匹配。化神之前，极少有人修炼神魂境界，故而化神之下的人进入灵界，一切从头开始。我明白了，我的神魂还没有修为，我是个菜鸡。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有我们护着你，在灵界之中，只要不碰到化神，便遇不到太大的危机。师兄姐们的神魂境界这么高。这个老六第一次以元神进入灵界做买卖，竟直接将灵界灵碑拔了下来当门面，甚至还要到敌方大门口卖对方的情报。这就是他想出的主意。他到底是怎么做到把界碑灵体挖出来的？难道灵界之中的灵体还能挪动？他就这么水灵灵的开始卖了。他还跑到人语阁的门口去卖，不怕语阁的人干他吗？我就说老六不是人吧。卖语阁得宝贝地方的地图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你是何人？敢来我语阁门前放肆？要不你看看。这地图居然是真的，你找死！小子，赶紧把地图都交出来！那就要看看你有多少斤两了。自寻死路！哼！尝尝财爷的天雷斧！我操！被打出灵界了。他为什么能把符箓带进灵界啊？灵界之中一切物体都是灵体状态，故而现实之中的符箓是带不进来的，可他却能与天一法带进来。语阁认证，货真价实，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哦，来一个，我要一个，我也来一张，还得是老六啊，真的是六啊！就是他在这卖消息。符箓是天雷符，他怎么能将符箓带进来的？快去通知长老，要出大事了！语阁宝藏地图大甩卖了，最后一张，价高者得。我要，我出15个灵石，我出20个。嘿嘿，还有没有出比20个更多的？既然没有，那我出100灵石。是天剑大人。你想要跑哪去？减速师伯，我刚卖完地图，准备回去修炼了。是吗？不好好修炼，来灵都胡作非为，看来你的师尊真教不好你了。跟师尊姐姐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好。唉，罢了，下不为例。多谢师伯。把戒杯放下。哦。等等。虾人一惊，这一声话语来自神魂传念，并不是直接开口，而是暗中跟他说的。灵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这般行事纯属自寻死路。身为青洛山少宗主，我不想看到你还未成长起来就因自己的自大而死。往后行事要三思而行。若不是我来，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着吗？这几个仙门老六为了争夺气运之子，丝毫不顾长老脸面，当着虾人的面就直接干起来了。哼，咱们直接打吧，谁打赢了他就入谁的山门也好。众长老们打得如火如荼，而在那神秘的灵渊，刘霞与浅苏似乎发现了发财村的什么秘密。师姐，你叫我来做什么？你看。我记得此前来时，并未见到有这座庙啊，这是什么庙？不知你可发现什么了吗？似乎下面的村子一直在这个基庙的目视范围之内。你的意思是，难道曾经发财村之人口中说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祭庙？
那一村厉鬼生前皆是仙修，他们说是有什么东西赐给他们仙法，一直护着他们，故而他们才能够在这凌渊之中世世代代存活下来。只是不知为何，他们死去后把那个东西都给忘了。不如说是这个祭庙里的东西。可为何他们又会在死去后忘记它的存在？又会是何等存在，才能在凌渊之中护着一村之人，世世代代无数年？只有两种解释，要么这一村之人从始至终都是厉鬼，所谓生前的记忆都是被凌渊影响之后存在的幻象；要么他是一个禁忌存在，生当无敌，死后不可逆。你能看出这堆碎石原来的样子吗？这是十尾仙狐，既是狐族，一尾为兽，二尾为精，三尾为魅，四尾为妖，五尾为灵，六尾为仙。可在他们面前的10象之狐，足足有10尾。名都那位万年不曾低眸看一眼事件，你觉得是否与他有关？你想说他是从天外而来，然后被他看到了？管他呢，反正咱们好好修炼便好了。我的想法也简单，等我到了那一步，我来取代他。糟糕，我忘了给小虾仁安排上宗门的后门。这么久了，他不会没有进宗门吧？糟了糟了，我先走了。我才几天没回来，天塌了。小虾仁，你怎么在这？师尊姐姐，你回来了。宗主，他管你叫啥？宗主，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虾仁确实是我的弟子。今日他幻灵用了浅素的玄天之术时，我们便已经猜了一个大概，不是不让宗主收弟子，只是他引得青洛山林的瞩目，他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位长老的弟子，唯独不能是宗主你的弟子。虾仁入宗门1个月，可以说我每一日都在看着他，他的性子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活络、爱笑、平和、调皮。他不论成为我们任何一个长老的弟子，都能活得很开心。可他若是宗主弟子，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条路。少宗主之类，往前的路实则并不好走。成为青洛山的少宗主，需要历经许多他可能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将是一道血与骨铺成的路。这个世道便是如此，尘世如雨，要么躲在他人的伞下，要么去为其他人撑起伞。当年走上这条路的刘霞经历了一些什么，他们何曾不知？但是刘霞知道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在我遇到他的那日起。小虾仁，过来。师尊姐姐，诸位长老，现在你面前有2条路，一条是成为某个长老的弟子，这条路很好走，你也能走得很开心，一生都有人护着你；另一条是依旧做我刘霞的弟子，只是这条路很艰难，它需要你独自去经历很多事情，去走到你心中的想要走到的地方。你怎么选？当然是走好走的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1000块零食。但是，小东西说想走难走的路。哎，我没有。我尊重小东西的决定。对对对，是小二说的。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也罢，既然如此，便随你吧。你如今修为还不高，对外暂时不要暴露身份，在外游历。若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便回宗门来，长老帮你解决。什么在外游历？我没准备外出游历啊！哎呀，这个再说，快跟师尊姐姐说说，你在宗门这1个月都做了一些什么？虾仁仙姿逆天，却生无灵骨。自出生后便被其生母狠心抛弃，幸得山下村民救下。他从小便懂事无比，村中所有人都喜爱有加。可就在他6岁那年，村中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而更诡异的是，他们不知为何明明死去，却魂魄不散。然而他们也不放心小虾仁独自一人，便以厉鬼之身装成如往日一样护着他。只是他们身上死气太重，如此下去，小虾仁便也会活不了太久，便以耗费自身魂力为代价，引得仙人来此。终于被游历的刘霞发现，并带走了他。
只是刘霞并不知道，那一村厉鬼被不知被什么力量带入了虾仁的财海之中，一直护着他长大，而这个孩子身上却藏着更大的秘辛。师姐，单论打架你是打不赢我的哦。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骄傲了。哦，嘿，几日不见，师姐的修为怎么退步这么多？师姐，你没事吧？当然没事。玄天之法定。什么？师姐，你玩阴的。打架虽然打不过你，不过谋算布局，你还是太嫩了点。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带你看个东西。哦，你看那是什么？只见他们面前所在的山巅之上是一座祭庙，其中满地碎石，似乎原本在这里有一个石像，只不过如今碎裂倒塌。我记得当时在此遇见小虾仁的时候，并未见到有这个祭庙啊。师姐，这是什么庙啊？不知你可从中发现什么了吗？似乎下面的村子一直在这个祭庙的目视范围之内。你的意思是，难道曾经发财村之人口中说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祭庙？更确切的说，是这个祭庙里的东西。师姐，你的意思是，这里曾有一个东西，一直护着发财村之人，可是他慢慢的虚弱，直到某一日死去，再也无法护着发财村之人，这发财村之人才尽数死在了灵渊之中的凶兽口中。只是为何他们又会在死去后忘记他的存在？可又会是何等存在，才能在灵渊之中护着一村之人世世代代无数年？灵渊之中的气息太过虚无，即便是他也待不了3个月。只有2种解释，要么这一村之人从始至终都是厉鬼，所谓生前的记忆都是被灵渊影响之后存在的幻象，要么他是一个禁忌存在，生当无敌，死后不可逆。若是第2种猜想，那这个他或许将是与灵都那位万年不曾低谋之人相当的存在。师姐，那你能看出这堆碎石原来的样子吗？这是10尾仙狐，既是狐族，1尾为兽，2尾为精，3尾为魅，4尾为妖，5尾为灵，6尾为仙。可在他们面前的石像之狐，足足有10尾。我总算明白了，为何这发财村之人皆是仙修。灵都那位万年不曾低谋看一眼世间那人，你觉得是否与他有关？你想说他是从天外而来，然后被他看到了？管他呢，反正咱们好好修炼变好了。等我到了那一步，我来取代他。走了，我的小虾仁应该上宗门了，我要回去好好陪我的宝贝虾仁了。糟糕，我忘了给小虾仁安排上宗门的后门了。这么久了，他不会没有进宗门吧？糟了糟了！咱们直接打吧，谁打赢了他就是谁的弟子。打就打。我这才几天没回来啊，天塌了。小虾仁，你怎么在这？师尊姐姐，你回来了。宗主，他刚管你笑啥？宗主，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虾仁确实是我的弟子。今日他换灵用了浅素的玄天之术时，我们便已经猜了一个大概。不是不让宗主收弟子，只是他引得青落山林的瞩目，他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位长老的弟子，唯独不能是宗主你的弟子。虾仁入宗门1个月，可以说我每一日都在看着他，他的性子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活络、爱笑、平和、调皮。他不论成为我们任何一个长老的弟子，都能活得很开心。可他若是宗主弟子，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条路。少宗主之位，往前的路实则并不好走。成为青落山的少宗主，是一道血与骨铺成的路。当年走上这条路的刘霞经历了一些什么，他们何曾不知？但是刘霞知道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在我遇到他的那日起。小虾仁，你过来。师尊姐姐，诸位长老，现在你面前有2条路，一条是成为某个长老的弟子，这条路很好走，你也能走得很开心，一生都有人护着你。
另一条是依旧做我刘霞的弟子，只是这条路很艰难，它需要你独自去经历很多事情，去走到你心中的想要走到的地方。你怎么选？当然是走好走的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1000块零食哦，但是小东西说想走难走的路。哎，我没有。他自然不会忘记是刘霞带他走出陵渊，也不会忘记刘霞是如何期盼他，他也没有换师尊的打算。我尊重小东西的决定。啊，对，是小二说的。也罢，既然如此，便随你吧。你如今修为还不高，对外暂时不要暴露身份，在外游历。若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便回宗门来，长老帮你解决。什么在外游历？我没准备外出游历啊！哎呀，这个再说，快跟师尊姐姐说说，你在宗门这1个月都做了一些什么？虾仁仙姿逆天，却生无灵骨。自出生后便被其生母狠心抛弃，幸得山下村民救下。他从小便懂事无比，村中所有人都喜爱有加。可就在他6岁那年，村中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所有人都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而更诡异的是，他们不知为何明明死去，却魂魄不散。然而他们也不放心小虾仁独自一人，便以厉鬼之身装成如往日一样护着他。只是他们身上死气太重，如此下去，小虾仁便也会活不了太久，便以耗费自身魂力为代价，引得仙人来此。终于被游历的刘霞发现，并带走了他。只是刘霞并不知道，那一村厉鬼不知被什么力量带入了虾仁的财海之中，一直护着他长大。而这个孩子身上却藏着更大的秘辛。师姐，单论打架你是打不赢我的哦。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骄傲了。哦，嘿，几日不见，师姐的修为怎么退步这么多？师姐，你没事吧？当然没事。玄天之法定。什么？师姐，你玩阴的。打架虽然打不过你，不过谋算布局，你还是太嫩了点。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带你看个东西。哦，你看那是什么？只见他们面前所在的山巅之上是一座祭庙，其中满地碎石，似乎原本在这里有一个石像，只不过如今碎裂倒塌。我记得当时在此遇见小虾仁的时候，并未见到有这个祭庙啊。师姐，这是什么庙啊？不知你可从中发现什么了吗？似乎下面的村子一直在这个祭庙的目视范围之内。你的意思是，难道曾经发财村之人口中说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祭庙？更确切的说，是这个祭庙里的东西。师姐，你的意思是，这里曾有一个东西，一直护着发财村之人，可是他慢慢的虚弱，直到某一日死去，再也无法护着发财村之人，这发财村之人才尽数死在了陵渊之中的凶兽口中。只是为何他们又会在死去后忘记他的存在？可又会是何等存在，才能在陵渊之中护着一村之人世世代代无数年？陵渊之中的气息太过虚无，即便是他也待不了3个月。只有2种解释，要么这一村之人从始至终都是厉鬼，所谓生前的记忆都是被陵渊影响之后存在的幻象；要么他是一个禁忌存在，生当无敌，死后不可逆。若是第2种猜想，那这个他或许将是与灵都那位万年不曾低谋之人相当的存在。师姐，那你能看出这堆碎石原来的样子吗？这是10尾仙狐，既是狐族，1尾为兽，2尾为精，3尾为魅，4尾为妖，5尾为灵，6尾为仙。可在他们面前的石像之狐，足足有10尾。我总算明白了，为何这发财村之人皆是仙修。灵都那位万年不曾低谋看一眼世间那人，你觉得是否与他有关？你想说他是从天外而来，然后被他看到了？管他呢，反正咱们好好修炼便好了。等我到了那一步，我来取代他。走了，我的小虾仁应该上宗门了，我要回去好好陪我的宝贝虾仁了。糟糕，我忘了给小虾仁安排上宗门的后门了。这么久了，他不会没有进宗门吧？糟了糟了！咱们直接打吧，谁打赢了他就是谁的弟子。打就打。我这才几天没回来，天塌了。
小虾仁，你怎么在这？师尊姐姐，你回来了。宗主，他刚管你笑啥？宗主，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虾仁确实是我的弟子。今日他幻灵用了浅素的玄天之术时，我们便已经猜了一个大概。不是不让宗主收弟子，只是他引得青洛山林的瞩目，他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位长老的弟子，唯独不能是宗主你的弟子。虾仁入宗门1个月，可以说我每一日都在看着他。他的性子，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活络、爱笑、平和、调皮。他不论成为我们任何一个长老的弟子，都能活得很开心。可他若是宗主弟子，等待他的将是另一条路。少宗主之位，往前的路实则并不好走。成为青洛山的少宗主，是一道血与骨铺成的路。当年走上这条路的刘霞经历了一些什么，他们何曾不知？但是刘霞知道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在我遇到他的那日起。小虾仁，你过来。师尊姐姐，诸位长老，现在你面前有2条路，一条是成为某个长老的弟子，这条路很好走，你也能走得很开心，一生都有人护着你。另一条是依旧做我刘霞的弟子，只是这条路很艰难，它需要你独自去经历很多事情，去走到你心中的想要走到的地方。你怎么选？当然是走好走的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1000块零食哦。但是小东西说想走难走的路。哎，我没有。他自然不会忘记是刘霞带他走出灵渊，也不会忘记刘霞是如何期盼他，他也没有换师尊的打算。我尊重小东西的决定。啊，对，是小二说的。也罢，既然如此，便随你吧。你如今修为还不高，对外暂时不要暴露身份，在外游历。若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便回宗门来，长老帮你解决。什么在外游历？我没准备外出游历啊！哎呀，这个再说，快跟师尊姐姐说说，你在宗门这1个月都做了一些什么？宗门天骄第一次下山历练，师尊千叮万嘱，在外要低调行事。可这个老六不仅左耳进右耳出，反而逢人就得问一句：兄弟，你还要死吗？要死的话，麻烦快一点，我都在这等了2天了。你什么意思？我看你的样子不是想不开嘛。我们准备等你死后把你埋了，再帮你立个碑。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在等我自杀，你就没想过劝劝我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劝你做什么？好像也有点道理。等等，不对，大爷，我还没想死呢，趁爷没发作，赶紧滚！灵了！真是的，不想死咋咋呼呼的做什么？就是白高兴一场，还以为终于能赚一笔呢。唉，虾的买股钱可真不好赚。是啊，虽说替人买股能得人生钱于钱，可总不能把人嘎了再帮他们买股吧？唉，赚不到银子就不能与天一法，不能与天一法，咱们就没有保命的手段。师尊姐姐还要咱们游历3年呢。虾，你看前面又有个人。你好，请问你要死吗？你们是谁？为何要杀我？我们没想杀你啊，就是问你是不是要死。根本感受不到这2人修为几何，莫非是什么大能强者？这位上仙饶命啊！我还不想死啊！如果晚辈触怒到上仙，请上仙饶恕。好吧，不想死就算了。虾，那又有一个人，过去问问吧。你要死吗？虾，他死了。真的死了，天可怜见，我终于遇到死人了。开始行动，敲来。虾，咱们要不要先烧一烧？买股钱说的是买股，也不是埋尸体。都一样。看来这个人生前并不富有。不过至少我们试了买股，确实能赚钱。只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知道，
这些人在围捕一只灵妖，这个人想要用法宝阻拦，可是那个法宝好像并不是他的，他是被法宝反噬而死。虾虾怎么知道的？是埋骨前告诉我的。埋骨速浮生，虾人埋骨之后，那落袋的埋骨钱便告知了他其原主的死由。只一瞬间，他便仿若看了那人的一生。那他是好人吗？不算，那就是坏人。咱们帮坏人埋了骨，还没赚多少银子，简直亏死了。也不算坏人，世间之人不能全以好坏论之。哦，等等，灵妖。为什么？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灵妖以生灵为食，为祸世间。况且你今日又杀了我们的一个人，还叫没有做错事？我没有，那个人不是我杀的，他是被自己的法宝反噬死的。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相信我，我是一只很好的灵妖，我平日都只吃一些花草和露水，我从来没有害过人，你们放过我好不好？简直一派胡言！小灵妖说的是真是假，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他们想要的只是灵妖血而已。你已经无处可逃了，自己走出来吧。我不出来，我怕疼。他终于感到了，这些人可能不是想要抓他，而是想杀死他。他怕疼，也怕死。你们相信我？够了，妖孽之言。这位上仙，能否听老朽一言？你想说什么？或许这其中有什么误会。这小灵妖一直在山谷里，咱们村里人时常进出山谷，也曾许多次遇到过。他确实从未伤人，况且村里人在山谷之中受伤时，他还会出手相助。我想，真的不是他伤了上仙的同伴。对呀，我曾在山谷里扭了脚，后来就是这小妖帮的我。我也是，我曾遇到一只猛虎，是他帮我赶走了猛虎，救了我一命。也罢，此事待查。那你且随我们走，若查明你真是无辜，便放了你。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我们拉钩。好，拉钩。只是等待他不是拉钩的手，而是突然一瞬间，小女孩双眼露出了死灰的绝望。她忽然明白面前的人根本不想与她讲道理，只是想要杀死她。她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做，却还是要死。是谁？他明明没有害人，你们却是想要杀他。这位道友，你这是何意？谢谢你。你身上有银子吗？有啊，我有好多呢。可以给我吗？这是我上次捡来的。好吧，我是个生意人，既然你花大价钱雇佣我，我便帮你一次。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送你们走？虾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但买卖除外，即便只是2文钱。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送你们走？多管闲事，你在找死！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拿你们来替我埋骨了。雨天一法，天雷斧。这是天雷。大哥，我好像见到了我的太奶。大家都散了吧。对了，若有人来追问，你们就说财爷，我来自水仙州玉花台，让他们有本事就来找我麻烦。嘿嘿。这次买卖能不能回本，就看这一下了。哇，虾虾，好多钱，咱们要发了。没想到买股能赚这么多钱，找不到股买，还能现杀现买。嘿嘿，走吧，咱们继续去找一些买卖做。你叫什么名字？我是灵妖，并没有名字。雨天一法，救死扶伤。以后切记不要这么天真了。如今这世上还是坏人比较多。可是坏人多，才证明好人更难得，不是吗？所以我才想要做一个好妖。可是做好妖会被人欺负，就像今天这样。
可是做好妖也有好报啊，否则大哥哥也不会救我，不是吗？那以后就继续做一个好妖，好妖有好报。我一定会的。你跟着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想要跟你道谢，谢谢你救了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过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帮你只是因为我想要赚银子，赚到了银子，我们也就2000了。怎么就2000了呢？你救了我，虽然你赚了银子，可是毕竟救了我的命啊，恩情是不能用钱财算清的。你懂得还挺多。自然，我已经成精好些年了。等等，你不会是想要跟我走吧？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他刚杀了那些人，肯定是要跑路的，再带一个人只会平添麻烦。其实我挺厉害的，让我跟着你，说不定还能帮你呢。哦，那你都会些什么？这样吧，如果你还能给我银子，我就让你跟着我。真的吗？那你等我一下。大哥哥，你不会骗我的对吧？不会。以后又多了一个吃饭的嘴，虾虾的银子更不够花了哟。给你。这不是你偷来的吧？当然不是，我做妖怪这么多年，在这十里八乡可有名气了。以前有人为我立了祭庙，偶尔会在里面为我烧香和供奉。我找了一个我自己的祭庙，从里面寻来的。既然你给了钱，那我便让你跟着吧。好耶！我叫虾仁，往后你可以和小东西一样叫我虾虾。我叫小二。对了，你还没有名字。那就让天下最厉害的小二给你起一个名字吧。好呀，要不就叫小三吧。还是叫小草籽吧。好呀，为什么啊？你不是喜欢吃花草吗？花籽也不好听啊。虾虾起名还是这么草率。与此同时，向来争斗不断的午门六府各势力却破天荒地聚集在了一起，只因一个神秘女子的到来。查到了吗？吾儿为何没有归来？查到了，公子他在抓灵妖之时被人所害。什么？是什么人做的？是。快说！公子遇害之时，许多人都见到了。那人曾留下话说彩叶来自水仙洲雨花台，有本事就找他麻烦。什么？那人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圣女，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来你们清仙州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此人既以我们之名行事，看来是知晓了一些什么，想要坏我大事。又或者有咱们自己人借圣女宗门之名加害我儿。此事与我无关，咱们如今都在为圣女办事，即便咱们有仇，也不会这个时候报不是。没错，或许是司空门主你的儿子在外口无遮拦，暴露了圣女的行踪，让人知晓了去，后再遭劫也说不定呢。我看8成如此。好在司空门主你儿女成群，也不差这一个节哀吧。行了，司空门主丧子之仇尚且记下，事后为司空门主记上一功。眼下还有大事要做。那个地方的入口打开了吗？差不多了，找了许多妖灵之穴，阿金应该打开了。那就进入灵地吧。他与这些人并不熟，如今不过是借用午门六府在此的势力掩护一些事情，只为更容易步入灵地。不好了，妖灵之穴打开灵地，使灵地出现了妖灵异象，除了咱们，还有许多人都朝着灵地去了。什么？这个老六只是帮小女孩起了一个新名字，女孩当即要认他做大哥，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灵妖穴位，大哥修行成仙铺路。小锦囊在，小锦囊在，小锦囊我在。头头，我刚听小二说咱们要赚许多银子是吗？就非得这么叫我吗？这是咱们灵妖的规矩呀。我以后跟头头混，就是头头的随从了，不叫头头，那叫头头什么啊？没错，咱们是要赚很多银子。那我知道距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地方，里面应该有很多财宝。我曾逃跑的时候去过那里，不过那个地方的气息让我很不舒服，我就离开了。后来据说那个地方原来曾经是仙神的遗迹，所以才会与灵妖相克。只不过如今那地方被人用大神通给封起来了，需要灵妖之血才能进去。正好头头可以用我的血进去。
难道那些人抓我是为了？他们如果好好跟我说，我也不是不能帮他们呀，也不至于要我命啊。虽然我很怕疼。既然我现在是你的头头，以后就得听我的好吗？要做好妖，便要先为自己活着，死了便做不了好妖了。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性命交于他人，即便那个人是我。那些人根本不在乎灵妖性命，只他们知灵妖血可以打开那个地方。灵妖多凶，杀灵妖既得利又得名，何乐而不为？那咱们还去吗？当然去。那小锦囊不怕痛，不过不能流太多，血流多了会晕，可难受了。合着我说了打半天，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我是要去，可却不需要你的血。对呀，虾虾很厉害的，他只要花些许银子就能让天帝帮忙出手。真的吗？咱们走吧。这计息有些古怪，似乎并非是什么仙神遗迹。既然无法隐瞒，便只能率先下去取得先机。先下去再说。灵妖前辈们，他深知若非虾人，自己的血也会出现在那巨石上。头头，怎么了？这里让我讨厌的气息没有了。如此说来，这并非是什么仙神遗迹，让灵妖讨厌的，单纯只是这个封印罢了。要我说，直接把这个地方埋了，把那些人埋在下面，算不算埋骨呢？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虾虾，那咱们也下去吗？肯定不能下去啊！赚银子是没错，但不能身陷险境。这就帮咱把他们都埋了。要不立个碑试试？梦谁涂了梦卡，梦谁涂了梦谁卡。大地瓜那么烤地瓜，1块钱能买啥？没反应，看来他们还没死成。好可惜。小锦囊对着那个石碑拜了拜，他拜的是那些死在这里的其他灵妖，他们没有赶他走，反而给他了一块地盘。小锦囊在，以后做个好妖，做个不被人欺负的好妖。小锦囊明白。嘿嘿，这里没有钱赚了，我们走吧。就在三人准备离开之时，忽然脚下的土石崩塌，三人一同跌落了深渊之中。哎呦，财仙爷爷的，怎么还是下来了？你们没事吧？没事。该死，好像出不去了。云丝雾梦群缓缓发光，照亮了洞内的景色。只见他们身处一片破败不堪的地底城池，残垣断壁入眼。只是那城池的残垣断壁之中，满地残骨，却无一具人骨。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头头，看那里有东西。我们已经躲起来了，为何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头头，这是一个灵妖的骨头，咱们把它埋了吧。好。只是这残骨太过悠远，那埋骨前似乎也记不得原主生前的过往了，也无法知道曾发生了什么。咱们继续往前走吧，一路遇到的残骨都顺手埋了，那些先进来之人估计也在前面。一路之上所遇残骨，他们竟会顺手埋下。青铜钱斗轻颤不止，似连通了一桩桩生死意味的买卖。他们走了许久，便又遇到了另一处刻字。守不住了，他们还是来了，我们没有希望了。这口中的他们是谁？其中的我们到底又是一群什么样的存在？如今那些进来之人，是否又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否则，他们为何又知道以灵妖之血打开此处的入口？你们先回彩海，这里不太对劲。他感觉到了一种似有若无的意识，开始在他的神魂之中苏醒。那道意识来自神魂之中的青铜钱斗，仿佛是他得到的同一种埋骨钱太多，其中竟凝聚出了所有埋骨钱的一丝渴望。这个老六只想趁乱捡个漏赚点零食，可不料却误入地底绝城。而他不知道的是，这里曾是无数灵妖的葬身之地，更是这方山河之灵的栖息之所。大机缘就要来了。你们终究还是来了。鸡果然还没有死，怎么还想再看一眼不舍遗忘的曾经吗？如此，那这一地福泽便是我们的了。圣女，这是何意？
此前女子应允他们只要助他打开封印，便可得到此地3分机缘，可现在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所谓的机缘似乎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机缘福泽都在这宫殿之内，助我打破这结界。按照先前约定，你们可得3分。众人面面相觑，但也不得不暂时答应下来。只因女子身后那个老者的气息极为强大。动手！这些人究竟在这里找寻什么？爷爷，来跟花花玩呀！爷爷累了，花花自己去玩吧。那好吧。爷爷，花花给你花。下人跟着他慢悠悠地走着，跟着他见到了无数的灵妖残骨，他也有点恍惚，身体似入了那段过往之中，正准备离去，却见花花落脚的地方同样躺着一副小小残骨。快离开这！只是他似忘了眼前的一切，不过过往他似入了戏。灵妖乱世，诸儿平祸。紧接着，无数仙剑冲入城中，一尊尊灵妖冲天而起，想要抵抗，却在一顶顶仙剑之下都落下了虚空。他们已经太虚弱，早已不是仙人们的对手。诸妖平乱，还世乾坤，杀！大战厮杀的激烈，可虾人的目光却一直在花花的身上。好可惜，花花还没长出最好看的模样呢。我只是想赚些银子，你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对，没关系。谢谢。哥哥不要伤心，花花只是只妖啊。可是你的血也是红色的啊。可是除了哥哥，他们都看不到。谢谢哥哥为花花买骨，只可惜我没有钱，那就算花花欠了哥哥2两银子吧。为何是2两？因为妖命不值钱啊。谢谢哥哥，愿为花花买骨。虾人看着一道道妖身倒下，看着一位位仙人踏入了这一片灵妖净土，灵妖们藏无可藏，躲无可躲，仙人是要将其赶尽杀绝。慢慢的，他心中开始麻木不堪，而灵妖一族的话语不断在耳畔响起，终于连成了一条线。他终究还是快死了。灵妖之地的山川失去了福泽，终将化为灵渊。他负了我们无数年，我灵妖一族并非忘恩负义之辈，岂能放任他死在灵渊之中？我们待他在灵妖之地陷落前走出了灵渊。我们走了很久，这天地仙人对我们欲杀之而后快。我们无处可去，我们终于在地底下建起了一座不见天光的留身之所。我们不想与人争端，只想苟活于世。可事不如愿，即便我藏身起来，他们还是找来了。他们想要得到他仅剩的性命。既是九州，熙熙攘攘，皆为利往。难道真的是我灵妖一脉未获世人了？声声话语粉碎了他幼年时为自己立下的事理之道。他心中有一杆秤，称着势力，称着人情。买卖之人讲究一个称平，可于一尺，不少一分。可是却无人为这群族之妖称一称骨有几分重。他与那些因利而来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我皆为利往。他与那些因利而来的人又有分别，因为他用心中的称为诸多妖骨称了重，尽管很轻很轻。他算了算，死一人不值钱，而救活一人的钱，他却赚了6年也不曾凑出边角。称有公平，革命没有，世间买卖不该如此。灵妖一族穷苦，为他们买骨也赚不了多少钱，可
可虾仁还是去一一买骨，只为安魂，也为安心。谢谢老朽，只有这点钱，望仙使收下。谢谢上仙为我买骨，这是一点心意。谢谢，能欠账吗？只是我欠了也还不清。不用谢，能欠账不用还。妖骨被一一埋下后，青铜钱斗悄然升起，一道气息突然涌入虾仁的身躯，竟是一种诡异的杀人之术，只有2字。以前买他人之命，以前买命非救人之术，而是杀人之术。加把劲，马上就要成功了。异族圣女为夺逆天造化，不惜以数万灵妖性命为代价，强行解除封印，甚至连本地帮派都决定助其行事，只为从中分一杯羹。奈何遇上这个挂壁老六，即便女子身后有元婴强者坐镇，却只能替其徒作嫁衣。卧槽，领头的这个女子有一点点强啊，身后那个老登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堂堂筑基的我还怎么玩啊？终于成功了，走进去瞧瞧。哼，休得放肆！我州圣女在此，此地机缘与尔等无关。呸！与仙州之人来我青仙州放肆，欺我青仙州无人吗？啊！卧槽！这些怂比居然没反应，司空兄对不住了。呸！如今我州5门6府势力以司空门主马首是瞻，有司空门主在此坐镇，尔等岂敢在我州撒野？老子可没说过这话啊！那就先拿你开刀。我操！其实在下早就看不惯这司空老儿在外纵容棋子，败坏圣女名声，如今也是死有余辜。我等对着灯火发誓，定助圣女取得机缘。尔等可随之进入，却不可在我等之前抢夺机缘，否则他就是下场。太好了，终于死人了，总算能赚点钱了，我和小二有救了。支付宝到账1万元哦，一下子就赚了好几百灵石，这不比埋灵妖来得快？打起来，都打起来，这样我才能赚更多的钱。这是怎么回事？圣女，此地果然有禁制，而且修为越高，禁制越强。不过这禁制支撑不了多久了，你且先进去吧。哎，这又是什么情况？禁制消失了？难道是里面那位山灵前辈帮的我？嘿嘿，哎呀，这有禁制在，这架也打不起来啊！我还怎么赚银子啊？有了。多谢你们为老夫打开方便之门。你是谁？为何能无视禁制？结，老夫已在暗中跟踪你们多日，你们竟毫无察觉，徒作嫁衣的滋味不好受吧？老夫且先行一步，断不可辜负了你们一番好意。堂堂筑基小儿，安敢放肆？对，就是这样，我才能赚更多钱。嘿嘿，你们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且前去买几个橘子。你到底是何方妖孽？才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允阁萧炎是也。你应该就是那些妖骨们口中的他吧？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吗？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这是灵妖树，它曾经落满灵妖之地时很好看。你看起来似乎很难过，连你都没有办法吗？没有，其实我在灵妖之地沦陷时便早该死去了。为何要引我下来？因为我想和你做一桩买卖。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跟你讲一个故事。我是个生意人，我喜欢做买卖。曾有位仙人在世间以自身仙力为源，撒下了许多福泽，那些福泽皆在长久的岁月中诞生了自己的灵智，而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所在的地方生活着一群灵妖，他们虽是妖，却从未伤害什么人。他们恪守己分，偏安一隅，
生活很美好。原本一切都会这般下去，却不曾想那位仙人在长久的岁月之中，似乎忘了看一眼人间。于是这片天地逐渐失去它的庇佑，终于化成了凌渊。它就像一个黑洞，不断吞噬许多地方，也即将吞噬我曾所在的凌渊之地。我也越来越虚弱，直至再也护不住任何一个灵妖。灵妖们无奈决定迁移，可那群灵妖却不愿见我死在那里，便决定将我也带着一同离开。我是仙人的福泽，世人都想要从我身上的得到福泽之力，便有人以捉妖平祸为由，开始了对我们无休止的追杀。我让他们自己逃命，莫再管我，可他们却说做妖须知恩情。我护了他们无数年，他们不能舍我而去，便带我在无尽的追杀之中寻到了这地下，偷偷地藏活了下来。可世间的仙修还是寻到了我们，终于他们因我一一而死。那此前的封印也是你出手设下的吗？并不是，灵妖们倾尽血脉之力，在此留下禁制，将我困在其中，也将我护在其中。敌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于是世人就在此地设下封印，以此来等禁制之力磨灭，直至等到我无力抵抗。那道封印以仙为柱，以众多灵妖之血为引。如今封印被破，便是曾经前来的那些人，亦或者是他们的后人来了。他们将灵妖之血洒在封印之上，我数不清那又是多少灵妖的性命，而我只能看着，却什么都做不了。我见你身上有另一位山灵的眷顾，便想与你做一个买卖，故而引你下来。我明白了，你想与我做的买卖，若是让我杀光这些进来之人，抱歉，我可能办不到。不是杀人，这是山河浮漂图，里面记载了灵妖一地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你帮我交给他，希望他看后能重新想起他所站立的世间。这个买卖我接了。既是买卖，作为交换，我会把我这一身的山河福泽都给你。虽然我并不明白，你明明没有天资，也没有灵骨，为什么却能够修炼？想来你是有自己办法。山河福泽并不值钱，可至少能让你生出灵骨。你说什么？我没灵骨，也没天资，可是师尊姐姐明明跟我说，我拥有无上天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